开始据说我有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好，那我就没有了，你可以再多一点。没有，我其实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据说只有5分钟，所以呢，我在这个场域里面叫做黑妈。当然，我有很多重身份，有时候就是这里入不敷出的时候，就去大学上个课这样。好，那个我们上次在那个未来年表里面也有见过面啊。那我现在讲说，我今天讲一个主题叫做行动力跟知识力嘛。OK， 那我们各位进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在农村聚落里面。好，那我就很快。我今天只讲一件事情，就讲如何连接在地与国际，或者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连接在地与国际。这是最近这1年来比较有一个 focus， 就是比较聚焦的一个目的哈。那么在2016年的冬至呢，我们的蓝城书房的民宿，我们上面楼上有合法民宿啊。我们接到了一组法国客人，刚好那一天，那我们的草根剧团在社区三合院演出这个冬至吃汤圆的习俗，那我们就告诉我们的法国客人，把他们带去。跟他们在旁边的三合院演出啊。那么同一时间，就是当天晚上呢，我们刚好也跟基拉家庭教育中心合办了一场亲子活动。那么是由这个阿布咖啡课后辅导小朋友来体验。那么在后半场的时候呢，我们也在隔壁开演以后，我们也把它带过去。所以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蓝城书房有意识的媒合这一件事情呢，展现了农村聚落生活常态可以拥有的丰富文化内涵。那么我们的参与者里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最完美的呈现，就是老中青幼，涵盖所有的每一世代，社区的内外，就是蓝城里，还有蓝城外，国内外，我们有法国的客人，我们这样。好，那我这是几张照片啊，现在大家都是有图有真相的概念。好，另外呢，就是甘蔗田里的响叶以及德国之夜啊，那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意识的媒合这一件事情，就是2位德国文科高中的这个教师，他们来住在蓝城书房。那么那一天我们在甘蔗园里面办的这个音乐响应，我们就把他带去，然后他就有啃甘蔗啊，吃甘蔗，了解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这么厚爱我们的土地，然后我们对甘蔗田里面，因为它跟候鸟的一些议题啊，我们有意识的传达了这个讯息啊。那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举办了一个德国之夜，我们在脸书上面就注明我们当天就是只有讲德文，然后没有翻译。我们本来想说应该没有人参加，结果那一天好多人，还有很多有一半的人是我们不认识，没有来过蓝城书房的人，真是在外国人，对不对？我们就说你鸭子听了也可以啊哈，然后我们那天就没有翻译哦哈。对，那所以呢，他们居然就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我一直想不出来为什么这件事情受到大家这么多的瞩目啊哈。后来大家就觉得说，没想到在埔里这样子的地方，这也会变成一个日常，就是我们跟德国的接轨，我们跟国际的接轨。每次讲国外听起来就好像只有大陆、香港跟日本，事实上我们还有欧美。好，那欧美是我们蓝城书房比较强的项目。好，这是他们2个坐在那里。好，那这是晚上德国之夜，当然就是喝啤酒了啊。好，这是他们2个啃甘蔗，外面蛮好的。好，第三个案例就是我们现在开发的一个品项呢，叫做蓝城走读。那么我们是以提供社区导览的行程来培育社区文史种子，因为我们一些导览员嘛，他会以乡土的可以解释乡土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同时也呈现了我们支持的这个。不管说是这个社区支持型农业的概念就是说推广自然农业。然后呢，我们是采用商业形态来经营，也就是说，它可以在我们的蓝城书房预约它的客制化行程之类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去申请政府补助计划，也不是因为政府有一个什么计划然后来指派我们做这件事情那么最近的这2个月的参访我们一共就是这个业绩还不错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派人到到我们的这个业务开发总监到香港去参加这个影响力投资，去理解什么叫影响力投资，去认识我们在香港的一些独立书店，或者是认识一些生态旅游的业者那我个人呢在去年的时候也到奥地利去参加新书发表会，那么也参加了一些活动那是属于奥地利的乡下的国中教师那他们呢有一个政府的计划，因为我今天没有打算讲这件事，当然是因为听了吴老师讲这个以后，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其实这是我们台湾未来要做的。他们这个教育部呢就有一个案子呢，就让各个乡下的在乡下服务的教师们来有机会认识外国人来想想，那我们就会去好比说这样，那他们都是很在地的，他们都是了解说，我们这旁边有一个什么，然后我们的学校是怎么样，那你们那边在你们的社区里面做了什么事情，那我又在这个会中可以分享我们在这个我在蓝城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一整个的这个工作就是由下而上由地方，然后往中央就是
就是整个的这个提案的计划跟操作都是由这个在地工作的人来设计跟操作。好，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就是几个，it doesn't work。对，OK。好。那案例4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出版中英双语刊物啊，基本上英文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就是大家比较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因为你要是出别的语言，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交集，所以我们决定出一个中英双语刊物，说我们眼中的在地啊，就是以很浅显的易懂的方式来说我们眼中的在地。我们预计在年底前就可以出第1刊来讲南城，那明年第2刊讲铁山，第3刊基本上呢，我们可能讲一心里哈，我们现在就是在往下的这个接洽当中，如果在座的普里的这个伙伴们，如果你们想要，就是说有机会，想要让我们出这个介绍你们眼中的这个在地给我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去认识你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排在下一次的这个出刊计划。好，以上4个案例呢，就说明南投书房有知识力的行动实践在于，我们要呈现台湾乡镇生活的特色，阐述其文化价值。并且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好，那这个就是各位在这个册子上面就看见了啊，就是说我们从地方端来看我们会做什么。好，这是我们去年办的150人的这个音乐会啊，那社区的这个民众就可以就近来参加，那我们这个发展协会这个总干事就是也邀了20-30个这个社区的朋友，都就是80-90岁都可以愿意走到这边来听一场高品质的音乐会。好，这是乐龄。那从国际端来看，我们就是一个窗口啊，你可以跟我们接洽所有的这个你想要认识的这个台湾，那我们就会用我们的知识啊，以行动告诉你说，你可以在这里做什么，你应该看见什么。好，所以我认为我为什么要开这个书店啊？书店是一个宜居城镇必要的人文风景。谢谢。好，谢谢。那个要记得买书。对，等一下大家尽量消费。黑妈好像没有什么申请经费的，都是靠他自己退休金。哦，不是，啊，他砸了蛮多钱在这个地方哈。那其实他就是靠一股热情哦。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嘛，就是有一些地方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政府的一些资源。所以待会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讨论哦，或者那有几个朋友有交那个自我介绍的那个简报。那如果正好轮到你要用简报，那你就跟我讲一下，我就把它放一下。那待会我们就可能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做语谈哈。那可能我们稍微位置要稍微改一下，对不对？应该是语谈人坐在前面。对，要请，我们会请5个语谈人哈，从社道中心的杨玉茹杨主任、骆老师，他业界学界都有经验，然后我们一起卢老师，然后宗哲作为一个地方创办人。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自我经验里面，也可以了解一下刚刚严琦老师他们在做的那个整个政府的那个思考底下里面，跟你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觉得我们就是用提问的方式哈，像聊天一样的方式进行，这样好不好？好，那如果说你想要推销你自己，然后你也有教 PPT 的，也可以没有问题，反正你有5分钟的时间，好，你可以自己来提。那我这边就先来给各位一个QR code。待会我们所有的讨论，我们都会放在这个文播的 QR code 底下，各位可以扫一下所有的那个我们今天的文播手徐佩萱哈，是南城的老客户，也是埔里的好朋友，被陷害到这边，以前当过什么高三的女农，高三女农，好不好？好，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哦。那你们等一下所有的发言意见，我们都会直接逐字稿就直接显现在荧幕上面。好，直播要吗？直播那个网址。直播用不到，大家在现场来看你直播。好，那就可能请那个几位朋友，好，那明启可能把椅子转一下，然后骆老师椅子转一下，然后你这边转一下。好，来，然后玉茹这边转一下，好不好？这样就可以了。好，来，玉茹这边做就好了。好，
不用坐那么远嘛，跟我们隔那么远嘛，可以坐近一点没关系。不要挡到这个。好，不会啦，挡不到，我坐这里也挡不到。哎，好，那个我想大概就是比较轻松的方式。我刚刚明奇讲说颜值才能开顾问公司，难怪我一直开不了公司。好 ，OK， 那有没有哪位朋友要先想要提一下问题，然后也顺便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有没有？我们就很简单，讲。来，您是？大家好，我是小博，合普温旅的创办人。然后我今天有简单的做一个 PPT，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座几位像玉如啊，或者是聪哲，就是其实之前就认识蛮久的。那只是说因为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去为地方做一些事情。那这几年来，其实我们算是新创团，就是公司啊，今年才第3年。那我们公司全部都是女生，没有男生，所以会在农村会非常奇怪，就是为什么都是女生？可是发现好像这也是蛮吃香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不住在农村，我们也不是农民，就是刚刚老师提到的那个 intern item， 我们也许是属于 item 的那一份子。那一刚开始我们公司接触的，因为我本身是念休闲油气，那大学开始就接触农村，所以从早期的青农产业、品牌规划、体验旅游等等的这几项的面向的业务我们都接触过，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就是很多人普遍有一些困境，那我们开始思考说这些困境在产销之间怎么去做连接。那在几次的因缘际会底下，就是跟中部的几个在推食农教育的包括主妇联盟荒野或者是树和苑、凤凯大哥等等的他们几位先驱，就是前辈，就是有做一些比较深入性的交流，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说，那产销之间的食农教育跟城乡交流要怎么去突破，怎么去做连接。那我们一直都在农村里面，其实很少在都市的通路去接触。但是这几年来会发现说，很多的小农平台它其实会对于标榜着对小农很友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会问说，这中间获利的人是谁？那虽然上架什么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可是我们在深入去谈，当这几年来食农教育遍地开花，可是什么叫做真正的食农教育？那我们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不是简单的料理，或是简单的你去采摘食材这件事情就叫食农教育，你应该回到农业的本身的价值跟农业发展的现况，去检视它很核心的产销的问题。让消费者去认识到这几个根本的面向，也许才真正的有办法去叫做食农教育。所以我们大概去收敛了几个在产销之间要去谈的议题，包括最原始的石油农业、长种渔农、生态保育跟节气饮食、循环农业，最后产销之间必须要谈的社群支持是什么？那在农村里面，它有生产者必须要去面对跟这几个议题的责任，那消费者有他了解实际状况的一个权利跟义务。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这2年来，我们从这几个议题去延伸了，包括教具跟教案的一些开发。那其实现在很夯的是桌游，那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在把这2套的教具教案去做开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触及一件事情，就是跟民间团体产生一个互动的媒介的触及。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接触公部门的资源，然后跟学校还有跟社区，可是会有一端是民间团体在议题上面它深耕非常久，可是他们也不想被公部门去做消费。就是他们有他们深耕很久的专业跟理念跟信念，那一部分是不容许去做一点点消费性的破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唯有去释出一些媒介跟管道，让民间团体看到，其实就算是公部门的计划，它还是有一些的媒介是在做比较符合社会上面应该去正视的议题，所以我们就直接从桌游出发吧，因为民间团体最重视的是教育的根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一些现在在做的体验也好，或者是去做农场的等等，在生产端的一些整个园区，你在实际的针对食农教育的体验设计，其实这部分我们都进来去做参与，它绝对不是一般的观光体验行程，而是让民众透过一些参与式的互动，
真实的去了解我们刚刚回到的，就是我们想要去了解的那个农业发展的一些根本的问题。那包括了透过这些媒介以后，其实民间团体他才真正的愿意走进到农村。那因为他不晓得说，他其实如果说以他好主妇联盟好了，他一直都在学校生根，可是，在社区端里面，他要怎么去连接？那我一刚开始的媒介，我刚刚说了，我们用教材去做媒介，透过教材让他可以去学校做推广，可是他们也需要产地的实际的状况的了解，那再层层的去跟他们做一些比较深入性的互动，来做一个衔接，那让产销之间的另外在民间团体的互助协力上面可以有一些实际的参与，但是在消费者端呢？消费者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6个议题，从循环农业或者是生态保育等等的，像前2、3个月，其实在仁爱的南丰那边他们要盖一个生态厕所，可是对于生态厕所，一般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生态厕所，也许只会落点在厕所这2个字。可是我们谈的是在整个富裕跟栖地上面，你的旅游参与绝对是有回馈于这个基地跟场域，而不是只有一般的观光旅游行为走马看花，更是你先从前面的实际的参与跟后面的你跟对于这个场域的认同，再去加深说，如果你未来有可能你引发的个人的家庭式旅游、公司的企业旅游，或者是你的职场。在产销之间的链接，那是另外一种的触及的可能。那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崇，是从参与中去获得一些正确的知识跟观念，把产地实际的状况，而非只有食材才能带入食农教育这样的议题。那因为这几年我们也有跟日本跟德国的这2个国家做一些比较深入性的交流。那我们也会发现说，包括刚刚老师有提到日本创生，日本地方创生或者是地域性就是一些振兴的一些相关的计划，其实我们也有比较深入性的去做了解。可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的政策底下，那属于台湾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但是唯有我们在产地会发现一个状况，政策是短期的。可是不管是日本或是德国，他们可能都是一个10年、20年的愿景式的在做规划。所以刚刚老师提到一个，现在2018年，未来其实在2040年的时候是大学的一个毕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去告诉人家说，你在产地或是你要发展一个议题，你必须要思考的是，在那个当下、未来的当下，你已经帮他准备好做什么。所以先了解为何做，再决定做什么，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食农教育这个区块想要去凸显的是，你回到农业根本的价值，根本要的发生的现况跟问题，再去回溯回来。那实际的把城跟乡之间的交流去做比较深入性的媒合。那如果说人才这件事情，或者是产地跟产销之间，包括 IT 的科技化或是数据化等等。我相信未来这是必要性的，因为产地不可能一直在被动等待游客进入到产地，其实他们也需要一些媒介跟管道，主动出击的到城市去。那所以这是我针对我们公司跟我个人目前在执行的一些，跟大家认识一下，谢谢。好，谢谢。我每次看到这种团队在地方做，我都很想问：你们活得下去吗？好，当然还有一个，刚刚有点到一个，还有其中除了一些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台湾到底地方创生在这几年政党恶斗的状况底下，我们大概是只剩下2年的机会了，还剩下，不晓得哦。好，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发生，就是说台湾很少有那种长期的，然后可以真的让地方的人可以跟他们很相信的去做一些合作的，否则好像都一下子就结束，好像。不要说，刚刚林奇老师也讲，我们计划结束了，好像就结束。我们也怕那个，常常我们也看到很多政府计划结束了就没了。好，所以到底怎么样之间的结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找在资料里面特别把社造，特别把农村再生的资料也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先做一些横向的一些想象跟思考，好吧？好吧，还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继续？来，玉鹏。你也是做食农的，来。我是问问题的。对，介绍一下自己。好 ，OK， 大家好，我是阿吼，然后香草大叔，对。那我这边就是今天过来问问题的这样子。32岁可以叫大叔了。
你32岁大叔，那我们这边大叔，我们应该去棺材了。嘴巴掉下来。就是我今天来就是过来问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我觉得就是遇到了，然后没办法解。那如果待会有不能播的，不知道能不能卡我掉。不管。好，就是我先讲，就是我是农场主，第2代农场主，那就是目前有遇到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好，我自己经营一家农场，对不对？那农场目前的话，现在大家都遇到一件事，就是欠人，对。然后通常解决方案有2种，第一种就是养外劳，对，养外劳是最快的方式。那另一种方式叫做就是你用低于劳基法的薪资去请他，像我们目前就这样子。就是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是算是中小型农场，可是实际雇用人数是30位。然后我问了我们会计，就说，其实我们农场登记是5位。对，然后因为里面很多的人是65岁以上，所以他们有渔民证，然后他们有就是你知道就是不同的公保啊、渔保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不想给你保，然后就是夏天要种花，冬天采香菇，春天去采茶。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尴尬，就是他们是很流动性的人力，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培育新的人，因为那个很羞耻，就是从我们农场进来起薪是1000块，真的1000块，不要坏，就是真的是1000块。一天1天8小时1000块。打工换宿对不对？打工换宿没有啊，打工一天日薪1000块，对。没有日薪啊。1天啊，我们要讲天数啊，对不对？可是有个好处啊，就是如果你要回家请假还是出国旅游，拦不住你，就是你要走我也拦不住你这样子。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尴尬，就是农场没有办法转型，你知道，就是我们想要培育新的人才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你想要培育人才，可是你跟农场讲，然后他就说起薪就是1000，不二价，没得谈，对，然后好一点就是1200啊。对啊，那像我这个是比较偷懒，然后身为就是第2代可以喊价喊到1400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尴尬，就是如果我想要在农场里面正式的去请人这件事情，发现你的能力跟你的资历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正向的回馈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农场要怎么转型。对，好，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另一个身份是叫做就是自救会，对，就是我们有做就是地方抗争，然后我们的埔里镇要举债盖一间就是殡仪馆，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就是镇公所已经在台高筑，可是他今年的就是公共账户上面他把它故意就是显示为零，就是负债额为零，可是实际上它大概有2亿到3亿之间的中央追讨债跟未付款，他不把它显示在账目上面，然后他们要举债在我们的社区那边盖一个大概1亿4000万的，就是殡仪馆。那目前除了就是做了懒人包，然后就是发布线上舆论，然后跟记者配合之外，就是虽然有点类似，就是说就是让子弹飞，可是那个主事者也没有要鸟你的意思。对，主事者就是直接动员地方人士，然后就是直接说就是支持对的人做对的事情，那让我觉得说，那这样地方到底还能做什么事情？对，因为你知道自救会大部分都是阿姨大姐叔叔这样子，对，那我们就是使用行政上的程序上面算是缓不济急，因为他直接举债就是直接就等于是明年谁选上谁衰小。比较类似是这样子，因为他卸任了，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也觉得说，好像你去跟公共事情讲公共事务这件事情是没有太大的感触的，他们就觉得就盖啊，偷代机啊，就是盖豪华一点这样子，走的比较风光一点这样子，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可以当做人生的下一站机场，可能是地方的，就是可能。一些舆论的方式的导向。书店是窗口，这个应该也是另外一种窗口吧？另外一种窗口，所以那窗口要举债，我就觉得有点怪，就是其实埔里镇是高额举债的地方，然后它账目上面都弄得很漂亮。你除非拿到
正代议会的那种决算书，你才可以公布那东西。可是实际上一般又很难去跟大家去讲这些东西。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身为就是地方就是抗争的那个就是成员，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那边其实有成立就是那个没有登记在案的，就是农耕资材合作社。就是我提供了在地农民他们如何使用无毒的资材，比方说用菌，然后用易肥，然后用堆肥来去改善他们的就是生产流程跟过程的状态。然后因为那个合作社就是变成就是他靠的就是花言巧语蒙骗了一些人，然后盖了就是合作社，可是实际上他的营运没有办法到这么的跟你讲。这么的顺利，就是它有点像是你可能集资了盖合作社，可是它是一人工作合作社，大概是1到3位工作人员，然后在里面进行工作，然后提供大家的需求。对，然后我觉得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又就是很难沟通，他们通常只想要知道哪一支有效，可是他不想听你讲说怎么使用那些东西去培土或养地，然后这样就变成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登记在案嘛，对不对？然后他也没有农场登记证，然后你只能借由里面几个农民去做回馈的案例，然后告诉他说可以实际这样做。对，然后通常就是很好玩，就是你每次开课的时候人都会来，可是实际上要做的时候，就是愿意使用友善资材的农民，就是还是偏低，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你要就是如果以农耕技术的部分，我觉得它已经达到某种成效，然后可以就是在第一线上面做到某种成果。虽然它不是这么快，大概1到2年之间，大家可以看到成效。可是对于那些，因为好就是合作社还是要赚钱嘛，因为你都跟股东 A 了这么多钱，然后花了那些钱做了那个合作社，可是它其实营运额没有办法拓展出去，然后它的项目大概就是也都是自己人在使用，那这也是我觉得蛮困扰的部分。合作社那个申请的办法太复杂。他们就说先不要立案，先跑看，这样倒了比较不会尴尬，这样。对。所以要破釜沉舟嘛。对，没有要破釜沉舟。然后另外就是倒了很麻烦。对，因为就是大家普遍都是比较跟政府对着干的性质，所以。就是大家对于如何去跟政府配合，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疏离感。对，就是到底要怎么做是 OK 的，因为实际上你非常游走在不合法的边缘带上面走。啊？就是走在边缘，反而你们好走。就是自己做比请政府钱快很多，所以目前为止是就是没有依靠在做的，可是就是它变成是受限在这个状况下去做。比方说很好笑，就是这东西不被政府认可，可是我们今天在农会就是上那个就是叫什么微生物与自然生机农耕法案的讲座，就是教那些农民们如何用这些资材，然后去达到你想要的预定成效。所以我们在农会上课，可是这东西是不被农委会所许可的东西，因为你没有登记证，你没有做田间试验，然后你没有做。反正就是拉一拉这样，就跟你食品要上架一样嘛。食品要上架就是要经过很多程序，那基本上你这种农法，它就是没有经过没有经过验证之前，然后它就是不是主流的方式的。以上就是3个问题，然后反正今天就来问问题。好 ，OK， 好，谢谢。那个有关于跟政府合作，待会请玉如，他是长期跟政府的。总是要推坑一下嘛，是不是？大家来分一下。还没有哪位朋友可以想要，就是你想到一些问题，然后或者是他先自荐一下。好，那院里先海风。哦，院里先海风。有拿到吗？有吗？我没有拿到。后来没有。他还没传给我。后来才上传的。对，有吗？现在可以。你先提问题，我帮你。好，但问题因为有点根植在我们的执行的事情上，所以可能要先讲解我在做什么。就是我们是来自院里的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团队大概其实说
核心的话大概是3个人，但是我们常常办一些活动，吸引了很多院里的年轻人之后，开展了很多项业务，大概来来去去有15个人，就是一起会投入在我们的事业当中。那我们是2014年的时候回到院里的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因为一场环境运动的抗争，最主要的核心人员是因为这样而返回院里这个地方。那后来在抗争之后，因为认识了一些乡亲，然后想要聚集一些，就已经聚集了一些能量跟人，然后觉得大家其实是有些专长可以，就是因为抗争这件事情一直说我们不要外面的开发，我们不要外面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觉得那个在那个抗争过后，我们要去谈的是到底乡村小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建立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有点报笔吗？有，好，还没有出来，还在下载。OK。所以我们认识的乡亲，我们知道他们，比如说有人有公益的专长，就是院里这个农村它院里这个农村它过去有一个非常强的工艺叫蔺草，它是一个日治时期就是非常有名到非常兴盛，直到民国政府来台之后才渐渐没落的一个产业。那其实家家户户妇女都有这个技艺。那另外就是院里这个地方也是个农村，所以有很多农夫的存在。然后我们也认识一些小农，他们想要用友善的方式种植，可是捕捉不到通路。然后是直基于我们并不是先问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想要推动什么样的理念，我们才想要去找到什么样的人，而是有点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专长，然后我们开始去想我们怎么样一起开展，就是可以做地方创生这件事情。对，那其实为什么叫院里下海风，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风头水尾这个地方，就海口人就是海边的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盛海风，就是常常会被海风盛吹退，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可以是一直被欺负这个状态，要主动发起一些行动。对，然后这大概是院里在此地方的简介。然后我们团队成员，这是后来聚集起来一些青年，然后主要的三个核心成员什么，就是后面的事情都有参加。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刊物编辑，我们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开书店，然后我们有做食农教育的小旅行，或者是我们常常有一些影片拍摄计划，就会找到一些年轻人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事。对，然后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这4项。友善农业、深度小旅行，然后青年空间的社群经营，跟我们有出自己的独立刊物，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隐藏项目，是我们常常参与院里的公共事务，就是比如说一些故居保存的议题，或者是在市场就是要拆迁，然后想要保存议题上，对，然后这是我们大致上，我们同着我们的工作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去认识这个人，跟他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议题。之后我们去把用我们的专长，比如说用说的方式，用带小旅行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转化成旅行，或者是刊物，或者是其他的软性活动。对。那刚刚讲到蔺草的部分是它是一个刚讲到日治时期非常兴盛，曾经在日治时期某一年的时候产量达到1600万顶蔺草帽，然后打败樟脑成为日治时期外销第3名的一个产业，然后到后来是渐渐因为工业化，就是这些东西的没落。那我们做的事情主要就是我们在台北摆摊去卖这样的蔺草的产品，然后让阿嬷就是可以有一些比较合理的收入。那同时我们因为发现，其实蔺草它也是真的不是它只是一个工艺产品，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整个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它其实算是个农产品。它的蔺草现在大概全院里只剩下1公顷的，然后只有1户农家在专职种蔺草。然后其他就是比如说后面的加工什么，也只剩下3-4家的贸期行是在做这样的加工。那我们的角色就是我们尝试自己下去做，然后我们尝试去把这些上下游的产业连接在一起，然后去就是让旅人可以进来看这些就是产业的现况，然后同时也去台北教做蔺草，让这个技艺可以传承下去。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跟几位。就是主要是2位小农去合作，就是院里的友善农业。那除了就是认识他的田间，然后我们带人下去帮农，也自己下去帮农之外，我们也就是会举办一些食农教育的活动到国小里面，然后也会希望我们因为比如在台北摆摊的缘故，这样可以让生产者跟消费者更相近，更距离更近。对，然后另外小旅行的部分，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小人物，那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现在非常少看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
老街上的理发厅阿伯，他现在在那边开店，可是他40几年前他是在剪头发换道补，他一次是1年帮一个征讨去剪头发，然后1年换1000斤的道补之类的故事。我们是让旅人就是来到院里之后，可以就是用以人为景的方式，慢慢认识这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因为发现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知识，那同时我们也曾经想要开发商品，就是我们想要做蔬菜箱，就是我们想要整合我们在院里的特产，然后让人看见，就是让人可以用吃的方式品尝到院里的风土。但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对地方很多东西，比如说鱼丸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它是鲨鱼丸，那鲨鱼这个地方好像听起来就有一些生态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去做田调。可是这些摊商他不一定要接受你的访问，那我们就是用说我们要做一本刊物的方式去做这个一开始是去做这个起心动念，对，然后后来就衍生成了我们要做成一整本的刊物，然后去谈，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我们已经做好的令草整个的产业链的田野调查放进这本刊物，或者是我们在做的友善农业火龙果，就是友善小农部分也把它放进去，然后同时卖刊物也卖这些我们在刊物里面报道的人事物，对，那在这个刊物之后，我们也去，比如说我们因为访问了这位黄培宏，他是苑里国小的毕业生，然后苑里国小排球队其实这40几年来拿了70几座冠军，全国冠军的一个国小球队，那他面临少子化危机，然后后来就是因缘机会之下，跟他的国小的母校就是合作举办了，比如说排球娱乐营这样的事情，去带动就是让青年让院里的我们有实际的让院里的小孩可以继续打排球，然后同时有更全人发展的可能。然后同时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办了一个海风季的活动，那这个东西是也是因为我们跟在地的合作店家，我们渐渐在院里就是走踏这3年多的过程中，认识非常多的在地店家。那这些店家都非常有理念，有的可能是返乡用飞机改黄豆去做豆花，然后他爸妈上一代是做豆腐，然后他回来做豆花的这样的青年，或者是回来开凉面店，然后把他再开在市场里面，他把市场里面。因为院里的公有零售市场有109年的历史，然后其实是个木造建筑，那可是大部分摊商都会把它用一些装潢盖起来，那他回来第一件事情把它打开，让大家看见这个建筑的历史。然后因为认识这些有理念的摊商，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有机会去举办一个大型的院里的市集，然后加上就是邀请一些母语创作的各地的歌手可以来到院里演唱。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院里的青年可以看见，其实返乡有非常多种可能，就是除了这些摊商，他们就是回来开店的人，或者是他们是用一些友善的，就是农作物去做甜点，然后友善的农作物去做一些就是手工艺的部分的人，他们来到院里可以让院里的青年看见有这些可能之外，就是还有从看到这些母语演唱，让大家就是认识到爱乡爱土这件事情，是很多人是会让农村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那当然我们独立的代价就是我们常常做了很多就是非常耗人力，然后但是又未必有什么效果的事。刚刚说到其实现在地方创生的政策是可以引进，比如说企业来帮忙，就是地方创生的团队。对，但是我们一开始也预测，就是我们要办这个活动，我们就要募资。那募资我们想说70%应该可以留在地企业，因为院里有一些非常大的厂商，比如说 LED 支付那个易光电子，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些很大的食品厂商，垂坤食品，然后。但是这些企业其实一开始都不太看得起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是只是一群青年，然后在都市没有发展，所以才回乡想要来办活动。所以其实募资非常不顺利。那后来是靠着这些小额募资，后来整个活动的70%的资金是来自这些乡亲小额募款，或者是我们在院里认识，就是觉得我们有在帮助一些公共事务，觉得我们很棒的一些就是阿公阿嬷，就是他们小额募资捐成了我们这个活动。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打算是在院里开一间独立书店，然后就是我们也是租到了一间老屋，然后重新就是也是找了非常多的志工来整理这座屋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希望我们是可以真的养得起人，就是靠着书店里的，我们也有不合适的餐饮空间，然后也要办许多活动，可能想象上就是蓝城书房这个样子之类的，但是对我们这个计划要聘一个店长，然后接下来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撑出更多的公共空间给返回院里的人。这样，然后刚刚讲到我的问题其实就是，其实刚刚讲到，比如说，我们这种青年团队在地方其实真的不太会有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想要让乡村真的好玩，
就是你说你要做实农教育，你想要做可能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理解，但是大部分的比如说农夫或者是一些企业主，就是地方的企业主或者是摊商，他们其实不太懂到底可以怎么做，让这个地方重新有活力。那到底要怎么样达到那个沟通？是我们当然是透过一直慢慢去沟通去做这件事情，但不知道就是中央的政策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忙到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当然也申请了一些计划去办活动，那我们一直困在那个核销啊、报告啊，然后期程的那个轮回当中，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种种的东西，它最深刻的问题，它最重的问题是你的人到底能不能拿到合理的钱去有稳定的生活在这边，因为我们有太多人，我们的团队有太多人都是他平常有工作，他是下班课余之后来帮忙我们的事情，但其实因为这样期程上就会一再的就是拖延，因为大家都是对帮忙的性质，那到底要怎么养人？那这是我们自己也在努力的思考，所以我们要开书店，我们卖农产品，我们带效率性，对，但是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方法是中央可以帮忙的这样。好，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谢谢。刚刚算了一下10个哈，开门如果每个人底薪3万块，开门大概就30万，对不对？天哪，我自己都做不到了。好，那刚刚有几个丢出来的问题哈，刚刚包含像是你们也去找到了企业，然后但是企业好像也嫌你们年轻没有经验，不愿意投资。那地方创生也有这一部分嘛。然后我想，骆老师在企业界待过，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企业界到底在想，有没有可能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或者是从企业的角度，他会怎么思考地方创生这件事？好不好？我们在一个团队，我们就先做第一轮的语盘，好不好？那我有一张简报，就一张而已。鹿港丽娜。OK。对，就这一张。然后这刚好，不能讲说供每个地方参考，但是就是这刚好是我们这几年回鹿港开始做的这些事情，这一张图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没关系。反正它就是一棵树，然后呢，这是我们对于一个文化事业要经营的一个想象。然后本来只是想象，后来真的做出一些案例的时候，觉得好像可以把它变成一棵，刚好顺应这个潮流吧，就把它叫地方创生树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会发现有3个时间轴，就是一个是现在这个当下，就是我们脚站的这块土地上，如果你不做任何事，现在这块当下就是一直存在这样的状态而已。但是你如果往下挖掘，过去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到都会变成这块土壤的养分，就是那个 past， 就是过去的这个轴线往下扎根的部分。那我们最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文化部的创业圆梦计划，然后开了Alfina这间公司。然后开了公司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经营管理的概念，所以开始就像刚刚现在工一样办了很多活动，然后就是也那时候很像社团，然后其实大家来混在一起蛮开心的。但是但我们这过程当中，当然也不断的转换空间，包括就是说最开始我们跟人家，因为你办活动你需要空间嘛，总不可能就是网络上发起，然后那个什么万人响应1人到场这种。但就是说你需要空间去不断的让你的活动在那边发生跟累积，所以我们在最一开始是打游击的状态，到后来其实去申请了镇公所的那个艺术村，然后申请了一个驻村空间之后，就开始有3年的时间在那边累积了更多的这种地方青年的能量。那时候搞得很像那个人民公社一样，就大家下班下课就会去那边，就是鬼混啊，晚上喝酒干嘛，就是一些年轻人不正经的行为在那边发生。但是这个才是地方的活力，就是这个是鹿港这个老城它缺乏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对于夜间的生活的想象，对于那种生活的想象，因为鹿港就是它有一个我们刚回去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满腔的热血，这种因为乡愁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也只是让人家来怀旧的，或者找寻一个乡愁符号的地方。那觉得好像我回来，我好像也只能从导览员开始做，或者是说我就是像我们是 nobody， 就是我们家不是什么灯笼铺，或是那个长辈不是什么木雕大师，或者说什么那个传统产业的，所以我们回去大概也就是顶多到工业区的工厂当个业务这样子。那我们刚好也是因为创业回去，所以开始做了这些事情，也开始有了更多的社区连接。那
聚集越来越多人之后呢，就是就是想说，就好像那个先好风的问题一样啊，就是你可能只有3个核心的主要的人，但是呢，你有15个人或是更多人每天都会来跟你这边碰面，会来帮忙。那有时候你办活动，你就是需要人啊，但是你办活动，你要考到那个，就是钱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觉得说好像谈钱好像很市侩，很怎么样，但是钱真的是它可以让很多事情给卷动起来，它其实是一个让那些想法驱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是因为公司不可能养这么多人啊，所以我们就后来这些伙伴我们就集结起来，就是去成立了保路运动协会。那刚好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部分的时间在做的这个社区行动叫做保路运动这件事情，然后后来用了这个名称，就把它成立成协会。那这样子就是在公司这边就可以更精确的去想说，公司到底一个文化事业到底如何在鹿港发生。那对于地方的社群或是社会议题面，它可以借由协会的方式开始去探讨，包括文资保存，包括地方的这个减塑生活要怎么去执行啊等等的。那当然了，这棵树那它不会只是一直往下扎根，它会往上长。那我们在15年的时候，觉得那个能量也差不多到，因为我自己本身学艺术管理的，所以对我来讲，在我的家乡办一个艺术季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好，当然这不是偷电影梗，但是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愿望跟理想，所以回去你还是要做一些跟自己学习相关的事情，这是我的想法。但也许现在做很多事，很多人回乡做事也跟你原本学的不一样，但无妨。但是我还是期待说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个领域里面，回家还是要有一点贡献这样子。那所以在15年的时候，开始举办了第1届金秋艺术节。那在这棵树一直往上涨，15、16、17，然后每一年这样做，然后除了艺术表演之外，周边的活动，包括我们在艺术节期间会做共识啊，然后用闲置的空间开始做展览这样子，甚至是说在艺术节的那个周边商品的开发上面，就想说能不能不要再做多余的生产，而是从社区里面不要的东西，把它变成是，比如说大家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那些不要的，然后衣服、裤子去改造成这个包包、袋子，变成艺术节的周边商品这样子。那这15、16、17这3年下来，就衍生出了这个艺术节，它上面这棵树上长出了3个创生的事业体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说每一年好像找了非常跟企业募款、跟地方募款、跟各个方面募款找来非常多钱，把钱花掉这样子，而是让这些钱他找来之后办完活动，那个热度还可以持续在创造出新的产业可以在这边发生。所以呢，在这棵树上长出了这几年下来长出了3个创生事业体，就是我们从最右手边看，就是原本用这个老屋的空间来做策展的，然后就激发这个屋主他们家的小孩子对于这个空间再利用的想象，这样，所以他在16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整理了这间老屋。那同一年，当整理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跟他承租楼上的空间，变成像我们的工作室。那楼下他就经营这个老屋的啤酒吧这样子。那也是鹿港的第1间那个精酿啤酒吧。那中间的这个3先生手作呢，这个是一个学服装设计的年轻人。学服装设计回到鹿港之后，你觉得他可以干什么呢？就是他一开始回来之后，就是去工厂里面当这个生产管理，就是跟他学完全没有关系啊。但是他遇到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讨论，就是有时候交朋友真的要慎选，遇到我们这种就会不断被推坑，就是反正各个里面都有这样的。刚在前面演讲上也看到，就是推坑这件事其实在各领域都会发生的。那我们就鼓励这个学习服装设计的年轻人，他来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要专心，所以要脱离原本的工作。就他后来那个16年的艺术节结束之后，他就辞职了，然后就真的辞职了呢。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这种推坑的人，就要去帮他找一些资源来支持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衍生出做胜部计划这样子的，因为你要生产。你设计要生产才能有产品去做销售才有可能带来收入啊。所以我们透过艺术节机制从16年、17年的这个胜部计划开始做。那透过艺术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然后可以去就是大家会去购买周边商品的时候，就可以支持到它的生产上面，还有设计上面。那这个最左手边这个合伙商是今年新开的店啊。那它会取名叫合伙，当然是跟我们金秋艺术节那个
你把丘拆开就是合伙这两个，当然叫合伙，但同时也有这个合伙的意思，然后这个事业体是我们一些伙伴，但是大家一人凑一股大概10万，然后一人凑多少这样子凑起来去投资的一个合伙事业这样子。那合伙食堂的部分呢，它就是从原本艺术节当中我们在做共识当中衍生出来，就是大家还是喜欢就是一起吃饭的感觉，那不然就来开一间餐厅吧，但是就是这个想法都是很天真，但实际要运作的时候，就会想说，那看谁要来煮啊？你又不煮，我不煮，谁都不会煮嘛？那谁要来煮？那就是会煮的人来煮嘛。那我们那时候就找了一个我们现在餐厅的主厨啊，我们现在餐厅的主厨是从我们认识他以来，他就一直跟我说，我有梦想，我有餐厅梦，我想要开餐厅。我们从他认识他3年多来，他一直在讲这句话，他一直没有去开餐厅，推坑，所以就推坑。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负责帮忙去找这些资源来。那我们就一样聘请他，当然同时他也是股东之一。那他自己，我们就聘请他当餐厅的主厨。在这段期间，他在当主任期间，我们一起去讨论说这店要怎么经营。同时间呢，就是他去做这样的创业练习。因为我们这些人是有不断的可以有想法产出，但是他没有想法，他可能只是想要做餐而已。那他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做练习。假以时日，他觉得时机成熟了，然后自己的钱也 OK 了，资金也到位，他再出去开也都 OK， 就等于说这个食堂是大家一起凑起来，然后去培养出一个主厨，也许开出去，但是他之后再去开单，等于说在这边去练功嘛，练完之后他再出去开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但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就是那这样子他出去不是就产生一个新的对手嘛？不过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创意是无限的，所以就是不断的。这个食堂这样经营下去，我们还是拥有合伙这个品牌，所以当他主厨离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其他的转型。但是在主厨还在这段期间，其他伙伴他就要在这段期间就不断的也是要练习开发新的菜色，或是练习新的烹饪的功夫啊，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从我们是2012年回到鹿港去的，12年一直到18年，总共6年的时间，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本来是想做右下角这个楼高音而已，但也没想过后来会产生一个协会啊，然后还办艺术节，然后上面开花结果展出这些东西。那我刚才有借由这棵树来分享一下说我们对于这个地方创生这件事情的概念跟想法，就是说当然也借由穆夏琪老师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补助是毒药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这棵树啊，它都是依靠着公部门补助从幼苗长大到那个成树这样，那这个时候的补助它就会变成是这个，就像那个做那个惯性农法一样啊，它就是你要下多少的肥料跟要下多少农药跟化肥要搭配使用这样子，那这些东西抽掉之后，这个树大概就不会活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既然这棵树可以在我们不管，就这棵树它可以在在我们这几年这样走过来，就是不管是有些计划有些活动是申请补助，有些计划是没有，有些就是靠着去开发市场得来的。不管怎么样，它就是在这样子的这几年走下来。那你可以看到，其实食堂啊，或是3先生或酒吧，它其实都不是靠补助而发展出来的。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有信心说，就是其实这样的事业体是可以支撑。那我们其实也把一些食堂跟酒吧还有3先生他们不擅长的这个行销工作或是业务的工作，就直接委托公司这边来经营。就是他们设计啊，或是行销，或是社群的经营的部分，他就委托公司这边，因为公司这边的人每天都是就是各个小编这样子，然后不断在网上发文跟去推活动这样。那与其不断的推一些活动，不如去推真的有在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他们本来就是在鹿港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事业体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量长大之后。那因为当然也刚那个黑妈这边有讲到啊，就是我们也是因为说我们本来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时候补助它就会变成是补药，只是再加强上去。我没有补助，我还是活下去；我有补助的时候，我可以再加强、再扩张这样子，就是扩张那个活动也好，或者说事业体可能在有几个人他是因为补助机制而来，但是就要在这个把握这段补助期间，也要同时要去发展出
市场性，就是你要去知道你自己的市场在哪里。那以鹿港来讲，现在我自己评估，在这几年都还算是一个往上爬，因为这几年地方政府也在推这个大量的观光这样子啊，就很多的资源丢进去这样。那我们不一定要去接政府的这些标案，但是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周边际效应，让这些来鹿港的人，让他们来鹿港可以接触到这个创生事业体，那我们可以就可以因此而活下去这样子。好，谢谢。好，他们听说是在本书店也有贩售，欢迎等下大家来买书。对，还有那个作者亲笔签名。对，还有作者亲笔签名。那个亲笔签名要加10块钱，是占股费，好。好，那个刚刚其实我们就第一轮先暂时到这好。那我想刚刚大家都有提到一个，就是先海峰也是做抗议出来的，然后阿鹏你也是做自就是潜在都是面对社会议题啦，好不好？那这个就是你负责啦，好不对，钟哲。那就是我要负责。当然，你不是也是这样出身的吗？好吧，我们先第一轮，我想先让几位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尤其也不一定是要回应啦，就说你也可以讲你自己的问题，好，然后你自己我们就剖腹讲啊，就是有一些政策，对，就直接剖腹打开来讲这样子，好，有一些。我就直接出卖，像玉如他最痛恨的就是跟公部门合作，好不好？好，来，来一下，你现在就轮流吧。大家好，我是玉如。我大学的时候是念暨大，然后我那个刚好遇到那个921地震，然后所以我毕业之后就到那个一个非营利组织，就台湾社区重建协会去工作这样子。那因为当时是因为重建区的关系，所以要非常，就是说重建毕竟有重建的一些任务跟工作，所以我们当时确实是靠政府部门的计划在支持我们一群工作人员，就是到社区里面去协助社区重建的工作。那当然后来那个重建阶段告一段落之后，我们自己的协会也在找寻说，那我们原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嘛，那到底接下来要关注或者是说进行什么样的事情？那后来就是直接变成是中部地区社造的团体，那就是刚才大家一直讲，施老师一直有提到说我们长期就是跟公部门打交道，那当然最开始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确实长时间都跟公部门有一些关系这样。那我自己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刚才听了，因为今天来的蛮多，其实都是所谓的青年团体，就是我们在社区营造这一块，长期就是触碰不到，就是的社群团体，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都理解，台湾的社区营造几乎就已经等于是社区发展协会去申请政府的补助。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在农站，或者是所谓的社会局的关怀据点，或是接下来现在在讲的长道2.0的，那逐渐也许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好像没有说这么可恶啦，就是说因为毕竟一开始提出社区营造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情，那大家可能在座搞不好有些人还没出生，那当时的台湾的社会环境跟现在其实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早期去跟社区说我们在做社区营造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以为我们是营造公司。那你们可能非常难想象，你们在课本里面就已经读到什么是社区营造。那这个事情是长时间一直有人在默默努力，而且这事情不是只有民间团体在努力，政府部门也在努力。那社区营造政策20几年来是唯一政党无论怎么轮替，它都没有被断掉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那我想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也许大家觉得，就是说社区发展协会去申请政府的补助，好像是一件就是在消化预算，然后没有任何累积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跟各位就是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其实早期你去跟社区发展协会讲说，这个政府这边有一笔经费预算，你们可以由下而上的提出你们想要做什么。然后来实现你们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
早期社区的居民是不相信的。那他们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去跟谁讲？里长，然后议员，好，那厉害一点的可以去跟镇长或者是什么立委，好，那你讲了，你跟他反映说，哎，我们家那个附近的水沟下大雨就会那个淹水，好，如果你循正常管道的话，可能永远都在淹水，没有人会来帮你修。可是如果你去拜托一下议员，议员真的帮你处理好了，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你要不要挺他？现在我们想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台湾的，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那好不容易告诉这些社区发展协会的人说，其实你们不用这样四处去拜托别人，然后你们其实是有一个正常的管道，譬如说你要办活动，你要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该做，或者是像包括那个内政部营建署的一些小额的故宫购料等等，都可以社区居民自己做。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台湾必经的历程啊。那当然我们也不能一直沉浸在这个历程里面，说好像社区营造就是很厉害很伟大什么，没有，它是过了20几年，现在台湾已经不是这样。那我刚才讲说，其实在座各位可能都不是我们过去社区营造圈会触及到的社群团体，因为确实我们现在还花很多的力气在协助跟辅导，就是传统的社区发展协会，那它也逐渐一定会僵化。我想所有的只要形成制度的事情都一定是这样，一开始是很理想，那它一定会有一个推动的过程。那你为了要覆盖率，为了要执行率，那它逐渐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僵化的过程。所以我一直这样讲社区营造，我觉得如果社区营造是一个文化的基础工程，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那可能会比较应该说客观，就是说所谓的基础工程是什么？你们家打开水龙头要有自来水，然后你们家的那个排水要进到那个下水道，然后你们路上要有路灯，大家不会去质疑这件事情。可是当他没做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造成非常大的不便。我觉得社区营造可能逐渐要成为这种所谓的基础工程。那台中市目前在文化部里面呢，就是把这个社区营造落实到区公所层级，应该是覆盖率最高的。我们目前已经有18个区公所都成立自己区层级的社区营造中心。我们确实也是这样想，然后我们也这样在推动。因为我们觉得，假设这是基础工程，那原本就是公部门单位应该做的事。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可是你在地蹲点到一定的程度，其实你是有力量可以提出去影响整个政策跟经费分配的方法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当然要够就是说可能时间要够久，你要跟公部门建立足够的信任机制之后，你才有可能。否则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可能都跟各位一样，我们也是还在前面可能要搞不清楚长官想什么啊，然后每天都在想说核销怎么做。但是那个是一个过程，一定要就是克服，然后进到一个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里面。那其实，在那个刚才听了很多的年轻的伙伴，就是讲的这个年轻人回乡的部分啊，我其实就是也许待会儿就是老师也可以给一些回应，因为我也是好奇，就是说我觉得年轻人回乡啊，就是现在在我看起来，我觉得非常可贵的事情是他们在地他们会关心公共事务。这些事情，我觉得在传统的社区发展协会的社区干部里面是非常难达成的。不管我们再怎么培力他们，再怎么跟他们讲，他们会觉得他们拿了政府的钱，他们不可能觉得说，他可以要出来，就是再跟政府对着干，或者是他可能在传统的派系或是传统的那个逻辑里面，他其实就有一些他的位置跟角色。那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困难，我也不觉得这个是可以透过我们外来的团队去努力可以达成的。但我觉得年轻人回到在地这个事情就变得有了很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它其实可以透过不同的美学，还有新的观念。刚才大家分享的活动，我觉得那个活动都不太是一般社区发展协会办得出来的。那他们会透过新的方式，然后新的专长去翻转偏乡。那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年轻人回到
家乡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营造一个空间，是可以吸引年轻人回去的。不要讲别人，就讲我自己就好了。我就是假日回公婆家，或是回我自己爸妈家，我其实都觉得很无聊，因为就是回去陪爸妈，但是你无处可去。因为乡下没有年轻人，没有咖啡馆啊，然后没有可以去看书或者是去杀时间的地方，你回去就真的只能在家里，真的是陪爸妈，你知道吗？跟爸妈吵架吗？对，也没有，我是不是这种路线的？就是真的是陪爸妈这样。那所以假设我想说，如果我们家附近有一间独立书店，那这样其实很有办法可以吸引跟我们一样同年龄层的人。那我觉得年轻人回乡的意义其实蛮多的，可是假设一下子就要进入到说，你是不是要自负盈亏啊？你是不是有办法开门就，刚才老师算的是多少钱？30万是不是？底薪3万。吓死人了，就是开门就要30万。这根本不可能达成嘛。那可是假设政府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话，是不是一开始就要用所谓的商业模式或者是自负盈亏这些事情去检视这些想要回到家乡去蹲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是矛盾的地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的累积啊，其实社区已经有一些能力，譬如说办小旅行，然后或者是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开发一些文创商品，这些事情其实很多社区都有能力。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也都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我这几年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慨，我觉得政府一直在提供不用钱的服务，不管是大型活动，或者是免费的体验活动。那其实这是真的是很严重的党坏市场，而且它很快就会让这种小团体，就是你一定会死掉，因为有不用钱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要钱的？对，那我觉得政府其实可以花更多的力气去把环境准备的部分做好，这绝对不是我们小的团体可以做好的。譬如说交通指标啊，然后要不要有多国的语言的指标，然后这些讯息是不是可以在网站上更容易被搜寻到？甚至是我都想说，假设今天苗栗真的办一个这个小旅行，那如果是一个从台北来的人，到底要如何到达那里？它可能都会是一个问题。那如果办活动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管道是可以让你们去申请说，那可不可以申请一台公车？而不是说好就是要大家各自都是去靠那个就是租游览车啊什么的。我觉得社区真的要做一点点事情，都要花很多的力气这样子。然后还有网络啊，譬如说网络的设备是不是可以，就是这种基础的，让年轻人回到家乡是可以做就是真的是比较不会觉得说我好像离群所居。你现在去劝一个念到研究所毕业的人鼓励他回到乡下，这真的是不知道是好的建议还是毁了他的人生的。就是你不能确定他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在想说，政府假设在地方创生这件事情上，真的希望年轻人也可以回到在地的话，或许可以多花一点在这种就是基础或者是环境准备上面，就是的部分，而不是再去办更多的活动。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留给回乡的年轻人自己去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智慧财产权的部分，因为其实补助公部门补助的东西很容易，所有的制裁权都是归公部门。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只会产生更多的文宣品，它不是文创品。大家做完以后都是拿去验收的啊。那验收完以后干嘛？就是送人啊。那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是卖不出去的。那我们就一直在恶性循环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的文创也没有办法进步，然后就是做出一堆就是可能没有什么美学概念的长官签名筒，那反正印出来也不知道要干嘛。对，我觉得这几件事情大概是我就是想要分享的。好，谢谢。我刚刚出卖玉如就是要他讲这些，因为他是爱之深责之切，他真的是很爱公部门又对啊，殷切盼望。那我想在骆老师先吗？好，骆老师，那我们就好，那个谢谢盛文还有各位好，我是在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的国际系任教。那我个人的经验是比较跨领域，因为我大学念的是机械，研究所念的也是机械，但是毕业之后我在科学园区相关做了差不多10年，然后也参与过创业3次。那我最后一个工作是在某个公司的产品企划处担任处长，跟模组研发处担任处长。那所以就是说，我从工程到管理，然后从业界到学界，然后在学界其实刚好今年满10年，所以也是从一个这个在地下像蟑螂一样爬的助理教授，现在是个副教授。那我在蓝城这边的参与大概就是从4、5年前开始，然后跟古力跟黑妈这边。开始有了一些接触哈，那我现在越来越清楚，因为今年虚岁50岁，所以我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其实像刚才大家的讨论，我其实感到非常钦佩，因为我感受到大家的理想跟热情。但是相对来讲，我会觉得，我现在的心态比较像是佛系的心态。我觉得大家好急，我觉得整个台湾都好急，然后很多问题都觉得好急。然后我觉得太急了，就是这是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就是说，我认为虽然比如说社区营造啦，或者是像这些不管社会企业，或者是我们在讲大学社会责任，或者是包含教育里面的什么翻转啊、PBL 这些东西，其实如果是需要效率的，是需要交易的，我觉得就要回到商业上来说。所以我试着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是不是大家可以不要再去想政府那个角色，完全把政府那个角色抛在一边，然后如果你自己要经营某一个东西，不管是非盈利还是盈利，大家就从商业交易上来考虑就好了。那今天很多人有提很多的例子，不管是在地的创新创业，还是说包含一些这些社区相关的活动的这种推动，不管它是有货币的还是没有货币的，我觉得都适合用商业交易的方式，因为资本市场的运作，它是一个历经300-400年就是锻炼出来的，它有一些这些既定的模式跟分析的手段，它其实是可以用的，所以只要是碰到大家想要说，为什么我这件事情为什么做不到？或者说刚刚讲说，开门10个人开门是不是一定要30万？你如果从交易的观点来讲，这个每一个议题哈，都不是今天一个像这样子的工作坊或者是什么可以谈的，这每一个 case 都值得非常深入，就当做是一个个案，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创业的商业模式可以来谈。所以我的呼吁是，第一个大家不要那么急。因为其实台湾从2000年之后到2010年，好像中国串起之后，然后大家就一直在催眠自己说台湾是个鬼岛，然后我们落后人家多久又多久。那你如果看看现在，其实整个世界的发展还是那个样子。其实台湾的 GDP 也还是一直在成长，然后 GDP 又跟你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个种种你把它拆解下来之后，其实没有哪一件事情那么急。好，这个是我第一个呼吁，不要那么急。第二个是说。该归给实际上商业或市场交易的，我们就用商业的方法来解决。那但是因为今天很难论述到每一个个案，其实以前在跟古力在谈的时候，其实我也都有一直在就是大家互动都在讲这样子的观念，就是把商业的留给商业。那当然非营利组织的运作要让它有效率，我觉得有好多商业的工具都是可以用的，对。那我也觉得说，像我们在推动 USR 也是一样，就是 U、S 跟 R， 我们的 U 跟 S，U 的那个角色就很像说企业在推 CSR，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一个盈利企业它最大的责任就是赚钱。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它就没有办法给予股东。他就没有办法给予员工，他没有办法提高就业率，所以企业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可获利。当然你要去看说它到底是暴利还是它是走贿赂，还是那个是不在这个讨论范围之内。大学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学生，就是课程跟活动，所有在 U、S 跟 R 里面，那个 S 放太多，那个都是越俎代庖。那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地方创生，第三个点就是可能可以请教明奇啊，请教大家，就是说
我一直在思考说，就像刚刚讲说，地方创生那个地方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因为所有的地方的利害关系人太多了，然后任何一个组成里面又有太多不同的人，创生到底要创哪个生？就是移民相关的这个东西，其实在里面是没有被看到。然后再来一个是，如果我们对于刚才的锻炼跟某一些这个关键的这种人口结构变化来源的忽略，其实会使得我们的资源被错置。所以我们就开始又回过头来，开始在讲那个，我们其实同时建零又建数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熟悉底层脉络，才会有顶层架构的设计。但是当我们有这个顶层架构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刚刚大家在讨论的那一些地方，中者等一下可以谈，本来是蓝城好生活，但是其实问题是在怎么在地方讨生活。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要用
本来就是经济生活、经济生产的那个方式来看，那一个东西来解决，那有牵扯到说是因为基础建设因为法规不完整的那个东西纳进来，这是我基本上的想法，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跟陆老师同样有那个观察，我发现那个国家在做地方创生人口结构的部分来讲，基本上不把非公民这一块放进去。那可是我们在偏乡有看到，其实不是偏乡都一直在移出人口，有进移入人口，就是照顾人口。可是照顾人口，他1个月放1次假，他连消费能力都没有，甚至于他一来就在欠债。那我觉得在经济的角度底下里面，它这个东西其实反而阻碍了整个这个区域里面的那个经济流通。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对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这个东西？台湾70万人口，70万的移工人口，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调查一下，埔里有多少移民的那个移工朋友们，或是那个看护这一块，那他们根本就没有消费能力啊。这个部分我真的也有看到是这个东西，这个部分70万其实不是小数目的消费人口。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好像大家都有点跟，要不然你先，民企最后，好，民企最后，好来 OK， 好来。好，我觉得今天其实讲了蛮多案例，那我基本上也是来跟大家学习的。但其实我看到说蛮多的青年的返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优先考量的，我觉得好像不全然是就是中哲可以坐到那边吗？我就是先以创业这件事作为基础的考量。像院里先海峰，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反的关系，就是反的议题开始进入，开始跟地方发生关系，而去逐步去思考说如何在地方扎根。那其实对应于国立合作社在这边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农地不农用的议题所跟地方发生关系。那敬业那边其实也是回乡之后，然后开始去思考说，那在地鹿港它一些新的能量如何注入，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注意到说，它其实新的回来的这些东西，它关注都是比较像是刚刚公共性的，或者是文化性的，或者是土地性的这些议题而进场。可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它都不是以经济考量为优先。如果用这个层面去理解这一波就是返乡青年的话，还有一些蛮特殊的地方，这些会是它的优先。可是在这上面之后，才慢慢的去碰触到说，一开始的前面1年、2年、3年，大家很愿意为了这些理想或理念，开始的不断的去对地方，然后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很有趣的东西。那可是逐步到了可能三年过后，就开始去思考那接下来我到底该怎么办？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有时候前期可以撑，那撑到不能一直这样撑下去嘛，那这时候问题就会蹦出来，如何去把这些我们参与所调查到的这些可能文化资产，或者是所经营的这些人脉网络，或遇到的这些人才，或者是很珍贵的这些其他愿意地方的年轻人，把它怎么凝聚起来？那或许我在理解说，可能像艺术节，它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汇聚以及展现的地方，大家有一个可以共同扣在一起做事情的理念。但是对地方的青年来说，它就会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它没有一个更上层就是架构说我们1年要1000万，或者是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 KPI， 而是它一个有趣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大家可以共同参与跟共同发想跟实践的这个东西，把它扣在了一起。那我觉得这蛮重要，所以。另外一件事，我也比较想去特别去注意的说，地方创生在这个时代被提出来有它的脉络所在。那刚刚其实玉茹有提到了社区营造的脉络，20年这样下来，其实有它的正面，那也有它应该要被检讨的一面。那地方创生在这个时代被提出来，我觉得它的背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多厘清跟了解。可是大家很快就会期待去说，像刚刚就会提到，其实我们有一些部分就会提到说，那政府是不是有些策略啊或制度要出来？但是我跟刚刚玉茹的想法其实蛮像的，就是因为在第一线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很出奇的现象，它根本没有一个政策可以有效的去论述它，或者是把它制度化，或者是把它定义化。而它随之而来，如果把它定义化之后，它所带来的僵化。我觉得那也会是，就是问题会一直在，它可是被延后或者是以另外一种样态而出现，所以，这会是可能是它是我们的困境，也是我们在这个年代所遇到的优势。像我们刚刚几个案例所提出来，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一个可以去注意的地方。那以及另外一个
层面就是，如果当政府的政策跟补助已经准备好要进场的时候，那就会是另外一场灾难的开始。因为政府的政策，你会看到各种人，就是各种人都可以进场，那他带的资源，那我们期待他往 A 的方向去走，但是他会走出 B、C、D 的方案给你看，所以我们也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同时，它会成为我们额外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个成熟发展的地方，它一定是很竞争或高度竞争，它是很成熟的地方。那我们在前期我们所累积的这些足够了吗？还是面对这些新的补助的时候，我们是变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市场之外，还有政府机构，会有这样的难题存在。那所以。我第三个问题比较像是想要针对明琦刚刚提的，其实也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像我们一开始把地方创生的问题定义成是人口，就是它立基于人口的问题。台湾在未来人口可能会掉到2000万的时候，它其实产业、交通、教育、医疗，它整个公部门的各个所有福利或是措施，它全部都要重新的调整，因为我们原本是预计可以很大，然后有很多人口，我们人口无限上涨。可事实上不是，我们人口就是要缩编，可能各个机构都要缩编。那可是刚刚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注意到说，他其实提到的是城乡的人口如何去均匀分配。那可是我就会有点好奇啊，那城市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就我自己所处理的，就是范畴大部分都是跟乡村或农村或渔村的案例，我其实搞不太懂那都市现在它到底遇到什么问题？那为什么农村突然成为了它的解答，地方突然成为这些他们的解答，还是他们只是把原本应该处理的危机移转到了农村，而农村只是到时候的危机还是会发生，可是到时候是连同都市跟乡村的危机一起发生的时候，那它的问题该怎么去回答？那刚刚我们其实也会看到说，在案例里面，就是每个地方去制定自己的计划，然后自己的 KPI， 自己制定可能自己未来25年期待的发展跟愿景。那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地方有地方各自的脉络。那可是我想问一个比较更高的，那台湾到底想去哪里？台湾如果没有知道他自己想去哪里的话，你每个地方就我们已经够像多头马车，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像多头马车，还有很多个各个切割分割的领域。那如果社区或者是埔里，那埔里它相对于周边的国系或者是鱼池，他们又各自提一个自己想要发展的方案的时候，那我们在南投的尺度上，或者在中部地域区尺度上，我们要在台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也是要去注意的地方。那以及如果刚刚提到是人口减少的时候，它的那些各个福利的收编的时候，那它应该会影响到地方政府部门，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开始考量到说，它的税收不够了，它的资金不能这样随意乱挥霍了，或者是它有其他的运用可能。那我就会好奇说，那原本台湾在税收的部分，或者是租金的部分，或地方政府它用这些事情的资金，它是怎么来的？那它因为地方人口减少，那它就用的钱就是它的钱是从地方来嘛？好像显然不是，它是从中央来。那人口是不是集中在都市，或者是集中在乡村？可能就把人叫来乡村，就未必是回答就是政府它的那个福利收编的主要原因，是这样想的。好，谢谢。好，谢谢。对啊，从人口，刚刚那个骆老师也提到，就是把人口这件事放在最高的那个位置来观察，跟从地方空间尺度这一块，其实真的中间是有一个落差。那刚刚明琦也提到，就是说地方也要开始想自己的尺度是什么，然后政府现在目前有一些想法。那我想说，明琦看看听我们的几个朋友讲完，你要不要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我再一次，我不是代表国发会来回答那个。下次帮你这边印一个 mark。那个，因为刚刚讨论的问题，我想大概不是一天、一个礼拜，也不是1个月可以处理的。我回想我研究地方创生，我从2012年开始看，它是14年启动，但我往回看了非常久的东西，然后往前后左右这样看。其实我们今天很难做太细致的讨论，但我稍微归纳一下，如果我们要因为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是在地的地方青年创业家，那也有社造的朋友，如果我们要从社造谈起的话，从1994第一次社区总体营造开始，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或者是我们来不及恭逢其盛，但可以听前辈们说。当年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蓝图，
展开。那当年是在一个解严之后，然后民主急需要去把那公民意识、公民社会这样的精神，那把它释放出来，然后希望让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能量，那个社区的动能的，就是极尽之所处，然后希望它可以开始有一点点的动能。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所以1994年到2001年那时候，我们是走这样的时空背景，然后后来有六星计划，然后到第二期的这个社造，然后再到第二期的社造就开始会去谈，比如说公所的社造化等等的，就开始希望说我们不能够只有中央补助，结果下不到末梢神经，所以你钱再多都丢到水里面去，然后再到那个第三期。开始有更多老师有参与的，比如说审议的预算，审议的部分，你会看到从参与的主体、资源的分配到统筹的单位，它其实有在一个社区营造的这个帽子底下，它其实有不一样的分布。但你如果拉开那个时间轴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要谈下一个20年，我们就要往回看过去20年我们成就了什么，哪些做了什么，哪里改不动。我们往回看20年的话，你会看到一开始是整体的，然后到后来慢慢又开枝散叶嘛，要专业分工。那经济部有经济部的任务，农在，然后那个内政部城镇执行要展开来，有没有？就是跟所有的组织是一样的，政府就是一个大机器，当它展开来之后要收拢，你有你的 KPI， 我有我的 KPI， 靠啊你是要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地方创生在这个意义之下。我想，无论之于日本或者是之于台湾，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能不能重新看见我们台湾之于一个整体的话，那件意义会是什么？就是那个整体的图像要往哪里去？日本它对象的时间轴是2060，啊往回看，它把它分成好几个步骤走。比如说，他希望2020的时候，东京奥运如果新干线开过去仙台，看到的不是灾后的那个画面，然后2025的时候。那个大阪世博在办的时候，我们科技导入，然后可以有8K 的直播。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几 K 转播？我们连4K 都不到。4K 就是这个技术涉及到你远端的医疗，你的偏向的医疗怎么去处理？我们走南回线你就知道，那个医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回过头来，就是我觉得如果刚刚玉如讲说，如果我们要拉回来看那个时间轴的话。这个时空背景我们不能够放掉。当我们在谈新不新的时候，你有一个 background 是什么？那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你展开来，那大的政策轴线，不同的部会它怎么分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空背景。这是我想回应的第一件事。那顺着谈回来，就是如果要谈青年的话。我很好奇哦，在座各位虚长几岁？就是不晓得，比如说像仙海峰啊，或者其他几个朋友，你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们的求助管道是谁？是上网吗？还是这是我个人的好奇，就是你们 PPT 等等的，你们要分享一下。你们怎么？你们的寻求管道是什么？你们遇到问题怎么办？上网，自己的跟长辈泡茶。是。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我谢谢新海峰，那个金秋嘛，对不对？金秋，罗方英那您的求助管道是啥？哪一方面的？就是比如说你要开展那个地方创生树了这么多的事业体，不同的那个 branch， 你展开的时候，你的咨询、你的资金、你的各方面这些支持系统来自于哪里？一样是亲朋好友嘛，对不对？听起来刚刚好像是看书。要找案例来参考，然后是资金的话。就是我们说一样，我们会写企划嘛。那你要么找公文，要么就找企业。那企业一家不行，再找第二家，就是让强化自己的这个企划能力跟说服能力。就是这个是我们在一开始你第一届的时候，那个企划很鸟啊，就是在我一看会觉得很鸟很东西。然后但是它就是还是可以感动一些企业，它会支持这样。好，谢谢。我必须说，地方有不同尺度的地方，然后青年创业也有不一样的青年创业，有科技的。那今天我们比较谈的是文史文化地方型的。那假设我们聚焦在文化型的这个，文化部在过去这段时间做了一个研究，通常亏钱的比较多，甚至不下去的比较多。
那通常不跟地方打交道的比较多，啊，打交道的通常都是跟公部门的某一个科员的承办人，那好一点他可能还会理你这样子，所以对吗？这个研究在哪？可不可以公布一下？那个私讯一下。我回来谈这件事情，就说呼应一下刚刚那个骆老师谈的，就我们到前线，我们是不是赤手空拳啊？就如果是，那还蛮恐怖的哦。就是如果你赤手空拳，然后你没有预备好，或者是你不知道预备什么的时候，就你什么都缺。我在做 USR 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那个大学老师，那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贷款，就是有老师，当然他可以创造性负债，他的负债可以是创造性的。伊唔敢甲因某讲伊借50万去做。让我讲一下。好，有感而发，来。没有，不要麦克风了。需要卫生纸吗？没有。其实我在院里那边做了一个露营区啊。我当初大概16年前去高铁就是工作，认识一个经理，高铁经理，他移民加拿大。那时候他跟我说台湾只剩观光可以做，所以16年前我就想着我以后我要做观光。那我人生的前半段退伍之后开始存钱，我最近存了一笔钱，我就说我现在可能有能力可以来做观光了。所以呢，我朋友住在院里，他们那边很多老旧的三合院是荒废掉的。他们那边的山景很漂亮，你们礁湖那边很漂亮。我跟我朋友说过，你把我丢在这儿，不跟我讲，我以为我在花东。你们这很漂亮，你这边山很漂亮，你们这的海拔够高，你晚上不会热，住这边很舒服。我说你们这老房子好可惜啊，我们来搞看看好了。我就拿了几百，他拿了几百。用我的口才又说服好几个 A 人拿几百出来，来弄看看，我们没有动到任何公家的资源，所有都是大家去贷款啊，什么青创贷款也好啊，然后去自己的信用贷款，反正想办法去生钱出来，我们每个年轻人跟他们一样，我们拿着梦想去跟人家借钱，就丢了梦想，梦想用钱买的，我买了几年之后，发觉说我的妈，我还是乖乖工作好了。好，第一我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去找这些老房子的屋主，我说你们家租给我。我自己本身做室内设计，所以我整理房子，怎么样我的成本都比一般人还来得低，因为我有工班。我就想说，那我来弄一些老旧房子。那时候刚好，他们当地有个全国球场，他们想要找一些民宿，因为他们常常有一些北部的可能是达官贵族还是有钱人，他们想要来这边打高尔夫球，可是没地方住。我们那时候想结合他们，就让他们可以住，然后结合华陶窑，结合地方小旅行啊，各种的这些，你们刚刚讲的这一切，我在6年前都做过，我还自己做了一本手册。结果最后的最后，我找不到人要租房子给我，就是在地的这一些老旧房子，这一些农村的那一些小房子，他们都不愿意租给我。政府的计划真的有很大的问题。我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6年前，政府是鼓励休耕的。恁拢卖做，我钱给恁开，恁拢卖做。政府叫你不要种田，你田让它荒就好了。你们只要台风来了，我要赔你们钱，你们东西都不要做好了。我们农产品都从国外进口就好了。他们地放着荒，房子那放着毁，放着老旧，结果没有做任何事。我就觉得6年前我都在想，我来跟你们的社区发展协会合作好了，我就跑去你们院里，跟你们的我是无锡人，我跑去跟他们，你刚刚讲的那什么移动性，我就是这样子，我不一定要做在地，我就做有机会的地方，我就哪边是有机会做得起来的，哪里是有潜能的，我就去冲了。社区发展协会给我的资源是什么？这我嘛无法度，我去讲袂赢，他们就不想租给你。好，前半段真是找了很多这老房子的屋主，你就租我给你租金，我给你经历，我跟你租10年之后就送你，装潢就送你。我们会成立一个办事处，然后会有很多游客来住啊、来玩啊、干嘛？你房子放的荒也是荒嘛，不如租给我嘛，还有人帮你顾。不愿意租。好，最后我想说，那我自己来想个办法，我就找了一个地主，
他的农田已经荒了嘛，因为政府叫他不要做，所以他的果园什么都荒废了。我刚说你这块干脆租给我们啊，我们来搞个露营区。我这个外地人要让你们当地人看，我真的能搞出些名堂来。我就弄了一个露营区，我经营了4年，对，最后收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仔细调查好，我们有一半的地，我们那个地主没有说实话。那个野猪不是我带的。哦。啊，那一个，我们有一半有某一区块的地，他没有跟我们讲清楚，那一块地去吃到了国有土地，变成我们最大花最多资金的地方，整个全部拆掉了。那所有的钱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去，你存了可能5年，哦，5年10年，你存了一笔钱，然后钱不够还去贷款来，扑通的一声没了，对，就没了。就我们的资源是什么？我去找了一些，我只能想到社区发展协会而已，我没有其他途径。一直到我前几年，我朋友跟我讲的，他说，现在政府很特别，我说怎样特别？他有朋友啊，专门在写东西领补助的，我真假的、啊？他说哇，他们就一直写而已，写各种计划就领补助，想办法核销，这变一个产业，我的妈呀，这变产业，他专门在写东西领补助，想办法核销掉的。我说我们这种有想法有做法的铁包级，你们就一直写故事领钱，见鬼啦！他反而在教我，你就想办法写故事就好了。我们那边什么地方写故事就领补助了，我说见鬼了，还可以这样子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回国我这过往的6年，我发觉我还不如好好的工作就好了，赚的钱反而更多。对，我耗了好多，我用我的人生的梦想跟想法去做这一些事。回想过来之后，我这几年的存款一直被我浪费掉。反正我朋友他们该买房的该干嘛都有了。好，所以大概讲。你找到的窗口，好，我只找到的窗口不是。我只找了里长跟社区发展协会，基本上我根本不晓得有其他管道，因为没有人跟我讲，我根本就不晓得。那我又去找，因为没有钱嘛，就有跑去查各种可以借钱的管道，当然不敢借地下的所以我们去找了青创，那青创它就是公部门，它来辅导你嘛，它让你先去上课。你一直去上课，上完之后跟你说派个辅导员给你，你就写你的计划，他给你贷款，可是贷款青年贷款只给你很低的利息，可是你还是欠他钱啊，他不是补助那钱要还的。是我朋友跟我说你个笨的，你就要去请补助，请什么贷款 ？OK， 请补助有补助的困扰，因为吴霞琪说补助是不要。好，来开玩笑，大概是这样，会让你爽一下，对，爽一下，不要。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准备要进入到第2轮，那就请明琦来帮我们做，就是把你的做一个。那个，我觉得刚刚那个不管是几位伙伴其实提到的事情是，当我们有一个好的理想或热情想要去实现的时候。我们的寻求管道有没有多元，然后是有足够的资讯流通，然后可以去支持完成那些梦想。所以一个是说个别青年的支持系统之外，其实每一个人他都需要支持系统。公所有他公所，因为比如说我去找公所，公所我就30年公务员啊，你问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不赖你也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把希望寄托于某一个单一的个人，但应该是系统好才会好。所以我想要对比一个事情是那个地方创生，日本的地方创生它也有3支箭：资讯、人才培育跟那个资金。如果单纯就人才培育这个方面的话，它有5、6项措施里面，它其实就很希望说让想要做事的人可以找到可以支持他的人。然后他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提升他自己的能耐，因为如果我们再回顾过往，1994年那一群在做社造或者做社大的前辈们，他们现在应该60岁，他们当年是一个非常激进、非常前卫、非常前瞻的想法，但是时光过去，他们其实也需要 scale up。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创造那个青银共学或者是经验传承的那个机会，其实也是需要的，而不是说只有对干没有对话，就说你怎样。所以回过头来，那个彼此的互为支持系统这件事情也是需要的。那
就至少我们目前可以来努力的地方是，比如说大学，大学其实有一个阿基里事件，他做的不太好，是育成，就我们的育成里面其实要看学校，就是不同的学校体制不太一样，但多数时候因为跟学校发展的逻辑有关，学校早期的学习是在教室内，育成只是学校很小的单位，有可能只是挂个招牌，一个主任然后就没有了。如果说我们同意育成单位是借接学校跟外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他在跟外部合作的时候，不管是跟业界合作、跟公部门合作、跟地方公民团体合作，他在借接这些真实问题的时候，他在寻找合作机会的同时，他也可以转换成是真实问题的各种的答案。比如说像经济大学，像很多学校，不管是台湾的或国外，它都有类似的案例，能够让同学有机会在学期间有机会得到好的训练，毕业之后他想要回去学校找老师、找设备、找空间，他是不会有说第一里路都很辛苦，很多时候是出了毕业就通常理想上应该是终身保固嘛，对不对？我们作为校友，应该不是只是学校要跟你募款的时候才会寄校友通知跟你说我要跟你募款这样，应该不是的，应该没有那么悲哀。所以那个支持系统，是第二个。第三个事情是关于那个刚刚大家有谈到，不管是人口急不急这件事情，至少就我的理解是，它的上位是均衡台湾。那用日本的话来说，就是人好好生活，城镇好好的发展，然后有好的生养条件这些事情。那放在台湾的脉络叫做均衡台湾，它会回应关于乡村的痛点。困境也会回应城市发展的痛点。刚刚有伙伴问说，那城市是什么？以我所在的台北的平均屋龄是40年以上，稍微动一下就会没有。那当然，这是不是说直接把台北的问题，把它的成本移转给其他的地区？我想这个会涉及到国土发展的问题等等，但不是这么短期间可以谈定的。但我想那个土地正义，或者是区域差异，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再一次，我不代表国发会，但我讨论的过程当中，至少，就是那个转嫁这件事情，其实它没有办法那么的化约回来谈，因为它必须要展开来讨论。那这是关于都市的问题。那至于急不急，急不急是在于看你在哪个地方。我觉得就回到你所在的那个地域。但是我想，地方创生，日本的地方创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它让每一个你坐落在不同地区的人都很有感觉。就你有感觉，你才会动，不管你是动得快还是动得慢。我想快慢是取决在你那个地方的需要，但一个前提是，他透过各种的方法沟通，政策沟通，很努力的去沟通，让人愿意动。每一个政策都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我在那个日本的这个各种的讨论新闻里面看到几个我觉得还蛮感动的事情。有媒体访问就执政党安倍他们就说你们也会下来你现在那么拼命干嘛？就是大家拿补助就好了，你打来一场游戏一场空嘛白话意思是这样。那还蛮有名的媒体日经，他们的回答是这样子，就说当然我们有一天会下来。可是能不能透过公部门的资源，把这些基础该打底的东西打好，然后让我们现在在做事的人能够装备好自己，去迎接即将马上要来的更大的挑战。我觉得安倍之所以能够现在这么多任，到他可能会在下一任，如果你有去看日本新闻，或者是 Small Ball， 他要接，就他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考量在这里头，就是计划会过去，那会留下什么是可以累积的进步。所以是我看到他们的。那回过头来那台湾呢？台湾往哪里去？总体的那个发展方向，这个是需要有公民讨论。但是我觉得那个重心会在一个国家太大，机器太大，但是你那个不同的区域之间，因为如果重心是在城市或者是那个这一层的话，区域的那个创新大概他自己要往哪边去，自己要有他的方向。但是至少目前我们可以预备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盘点出我们到底需要回应哪些痛点在哪里，在谁身上，他要去回应？那这是一个。那至少就我自己负责的教育部的计划里面，我可以很务实的回来说，
有一些痛点我们现在在解决，比如说关于管考，关于怎么去衡量学校成就的方式，关于聘任的方式。那其他公部门就我们自己所在的计划里面，我们很努力的去让教育部的计划可以发挥杠杆的效果，可以去跟其他部会的连接。以上个礼拜的博览会为例，我们很诚恳的去邀请，去跟比如说卫福部，去跟国发会其他的相关的部会去讨论说，那人才应该是贯穿不同的领域，那这些人才该怎么样去养成？总不会说我们总是培养的速度永远是跟不上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老师或我们的学生，他其实是可以走在那个发展需要的前面，而不是一直说我们落后，一直在疲于奔命的追。我觉得大概是这样。那至于那个快慢，如果把名牌拿下来的话，如果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单位的话，我觉得我们是要再加把劲的。不管是公部门的资源要下去，或是我们各种的开发建设，那个急不得，慢不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间很快哦。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我的小孩明年出生，2018。对，我的小孩明年出生，那这件事情对我也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能不能给更多一点点的希望，关于这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要承接上一代人对我们的传承那个经验，那能不能给下一代的人多一点点的盼望？我觉得那个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嘛，就是至少就我的立场是这样子。谢谢。OK， 好，谢谢。我们最后的结论既然回在那个自己问一个问题，请说。因为就是我比较笨，然后我想问一下比较直白的问题。那如果就是一个大学生的起薪在农村，如果是包吃包住，大家会觉得怎样的人是比较应该的价码？市场机制的啦。怎样的人是？再说一次。基本薪要给他多少？包吃包住，基本薪应该给他多少？我觉得大学生就还在念书的人，没有，还是已经毕业了，刚毕业的人，什么专长？体力专长。体力专长就是初阶人才就好，没有，你如果是体力专长，那个就是靠你的本能的那个东西，就是基本薪。如果你要的是他的专业的东西，你不能给他基本薪。然后你要包吃包住，就照样把包吃包住再扣掉就可以了。那你在那一个基础底上，靠市场机制看有没有人愿意留。以目前的现状来讲，包含连高雄都找不到工程师。所以大家不要太过轻忽，就是说好像为什么我都找不到人？因为给的薪水太低。那为什么给的薪水低？因为你本身企业的经营没有创造更多的价值，让你有更大的空间去给予更高的薪资。所以在你既有的这个情况底下，给不出薪水，其实可能要就是先反求诸己，然后通常是不要去市场上找那些人，因为你想要用其他的价值去弥补他那个的差距。那你所以就是说，像某一些社群里面，他愿意，比如说他喜欢潜水的，他喜欢观光的，他喜欢种稻的，就叫他来，你给他1万块，他还觉得他赚大。这种东西你不能散弹打鸟，散弹打鸟打出去，大家就会是用一般的条件在考虑你这个职缺，所以你这种一定是针对式的。所以你在找供应链，你在找供应商，你这个东西是有特殊性的，你就要用针对式的，就跟你在找的客群。是针对式的行销，而不是散弹打鸟，所以不管你往上跟往下都是要。付自己多少钱？付自己人多少？自己人。他把员工作为自己人看待。什么叫自己人？要先定义。这个先等一下。因为这个等一下。下一组你把这个问题，你把这个丢进来，那一组小组的讨论，我觉得。待会那个我们准备进行第2段哈。那第2段基本上就是要请你们把你们细致的那距离问题写成那个便利贴，然后我们按照人口创生的那一种时间轴去把它分类出来。好，这个在我们的手册的后面，在的第84页、85页跟86页。那这3页就是我们待会讨论的一个架构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写问题。建议
或者是你觉得应该有什么东西，我们把便利贴写起来。然后呢，这些便利贴按照时间轴，从过去、现在、2年、5年、10年、20年、30年以后，请你把这个便利贴各自在每一个年，就是说这个便利贴的问题到底应该是像譬如说，因为你可能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好，你现在即时要碰到了，或者说或者说你这个问题是2年后才会发生的。或者说你这个建议希望2年后就要达成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用时间轴把它分类出来。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说把这个问题稍微理清，它到底是你个人的问题，像玉网可能是个人问题，还是产业问题，还是国家问题，我们再把它阐释清楚。好，这个是一个待会讨论的架构哈。那因为刚刚大家都不认识，所以我们是不是大概就很快的还是让它进到小组里面去。好，拉进小组那边，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先休息5分钟。我们后面有吃的喝的。让我讲一下。哦 ，OK。就是等一下的小组，我们有先暂定3个题目，一个是国家的那一组。就是刚刚骆老师说不要国家。不要国家，好。没有啦。还是要国家。可以。国家。没有啦，就是我们预设了3个题目，一个是国家，那国家那一组，对，3个类别，那国家那组的类别会有盛文当桌长，然后去做小组的讨论，然后我会负责的是地方的那一组的讨论，然后我们还预设了一组是产业，可是产业的那一组的桌长，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自愿要领养一下。看到这边的意思是？啊？看我这边。你要领养？我跟你换吗？没有。那我大概讲一下哈，国家的地点就是在那个大桌子那边。对的。然后产业在这边，地方在鼓励合作社，去到我们的寒舍，对，去他们寒舍，就在隔壁而已。那就自动分发，然后我们几点？4点20，好不好？4点20，我们就各自在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位置坐嘛。然后后面的点心有蓝城的仙草，然后还有茶水自己来，然后我们还有鼓励合作社提供的椰香米果，然后还有你们常见的各式各样的小茶点，全联买的。好，是啊。全联买的。好 ，OK。地方全联很方便，我们地方要有些方便。然后待会4点20，我们就各自大家想要去喜欢哪一个类别，就坐在那个地方。好，是吧？大家起来伸展。然后厕所在这边左手边，那或者是后面出门出去之后，左手边都有洗手间，大家自己来方便。想动一动、喘一喘，那想要打招呼的都可以。我家就是觉得，因为今天如果没有太多的资料辅助，因为在这个类别，因为其实这个类别，在这个类别，我觉得你比较关心，我觉得这个类别的一个技术差太多，就是很多的细化的相比，他自己说没有，他是没有这样画面，没有办法 picture 说，那就不用管。我可以想就是近一点，可能明天要试试，对，所以我们先把问题看清楚，最后再给他回答。今天大家比较，所以对，大家都是自动化，就是说现在想要大家先讲到一讲就停不下来。我不好意思啊，我可以所以他们现在在看那个，陈老师，有，一豪，来这边帮我搜一下，争一下你的文凭过了2个小时，反正就我刚才也想说你是考虑老外一家家。就在这里嘛，这边你就这边摆一圈，这边就好了。对，这边摆一圈。那投影幕呢？投影幕关掉。这圈你被称赞了，怎么这么快？有仙草米果，我们自己来。等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你找，反正人家跟我看不懂了，但是都在网上。如果有准备要开始操作这个社区营造，不是很短的，11月10号要投交。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他一起把新闻做出来。这样的产业主管是没有让看产业主管国家很简单，就大家贴那一贴，然后贴时间轴。你们两个这样很推，我不站你这一组，对。你们先瞧一下，这个瞧出来。
嘛，对不对？现在班很多客人装嘛，不巧就没记啊。你要在哪一边？这一区。你刚刚帮我照片，他们在做什么？对啊，他们在做什么？我本来只要做10个人，反正3个婆婆妈妈，然后社大4个说什么叫我妈妈做，就是200块，因为他们跟我说，我错了，我让他们记录好，能者多劳啊，不想要。然后你要教材。我看他就是还有坐标计，产业应该是运动恢复，我是想每一组都是什么？对啊，每组人很多，免收费，免收那个没什么。6了。我跟他说知道我要先辅导商业的对吧？然后这个是国家一起啊。在隔壁那边。刚才在讲到你，真的，就是一个你是不完美的话。我突然就是被说要带这一组，就是请大家多包涵，就是。请坐，请坐。谢谢。然后我就说那个对啊，就是我看得出来是。公平，要公平下去，不然都是在，因为像他，比如说像我们去，然后他自己说必须多少，比如说他是那个，我们先，因为刚才来不及就是自我介绍，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哎，没有国家呢，没有国家的。大家对国家。写你的名字，然后列在。不用哎，你们在上面都有，这个可以省略。产业，老师你要不要加入这一组？大家都很想赚钱，就是那你来啊，你自己来带这一组啊，你真的是好笑哎。那我们可以过去那一边吗？关于产业这件事情，评价项目第一件事，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具竞争性。是啊，老师，那我们过去那一桌啊，才有桌子可以坐啊。没有竞争性，是没有竞争性的。坐不下呀。好，那你来这里，你来这里。怎么会坐不下？你看大家有多想赚钱。应该是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工作的。国家管他的。哎，你不用吗？那不用了，好。对。真姐妹知道。这太好笑了，你们国家大家都不想理你耶。因为刚刚骆老师说大家可以撇出国家，所以大家都不要。我们到底是不是国家不知道。我们心中没有国家。太好笑了。国际定位太奇怪了。原来发现最后应该开始。这是什么组？产业，因为国家没有半个人。大家都不想理。大家都不想参与国家这件事。那我也在这里就好。太好笑了吧？那我也在这里就好。你本来是哪一组？我还没决定。哦。对。这个你要打这边吗？你有打地方？不用，我旁边。好。这边结束。哦，好啊，好啊。拜拜。拜拜。两组，另外一组在另外一边。国家已经倒了。国家倒了。亡国了。地方的操作啊等等这些东西。真的没有国家吗？没有国家。那我跟你两个聊天聊1个小时。那我们来喝酒，那个。好，先到报才到酒。如果有酒的话，国家。有酒来立刻做。立刻做。因为国家这边国家。有酒立刻就变国家。因为是地方。我靠，你好直哦。他是专业的。什么专业？要发编译题吗？发了吗？发了吗？还没，我没发。好。传下去。传一下那个编译帖。自己来。一人一个吧。一人一点。一人有这么多吗？一个人。还是1半。都可以。
一叠比较好写。一个人拿一叠好了，这边好像也还有。哪一叠？哪一叠？都拿了吗？一个人。好，就是你想到的一个问题，对于地方创生，刚刚听到那么多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希望在地方创生这一块的产业这一个部分，然后你们对于未来地方创生20年之后的20-30年，它可能会产生出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你希望过去曾经发生什么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就写1张便利贴。或者是说你想要建议什么事情，也可以一个建议写1张便利贴。建议跟问题都可以写。都可以，建议也好。就是对于地方产业。对，对于产业，不一定是地方。是传统产业还是科技产业？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跟产业相关的。对对对，你想到的都可以。好。对对对。这我们可以这个。哦，好，对不起。好，对不起。好。但是你的头顶好凸。谁没有？在镜头前面。就我老婆，她敢讲这个话。然后还有谁没有笔？都有笔，没有笔。好，我们就从产业这一块，还有谁没有便利贴？我没有便利贴。都有吗？都有。就尽量写，我们花5分钟的时间，大家写一个，或者是说你写关键字也可以。你觉得你想要厘清这个概念，也可以，都可以。但是一个问题就1张哦，要不然我们没办法分类哦，没办法分类。好了吗？好，我们再2分钟，好吧？然后这边有一个时间轴，然后大家可以把你写好的便利贴呢，你觉得你现在写的这个，你想要讨论，或者是你觉得它是发生在过去的问题，还是现在的问题，还是2年后才会发生的问题，或是5年后才会发生的问题，或是10年后才会发生的状况。它可能是未来的状况，然后你们就可以稍微
贴在那边。大家知道自己写的哈，不要到时候要你们稍微分享一下，你忘记自己写哪一张哈。可以了吗？写好就可以直接贴，我们就直接贴上去，然后我们待会我们就。啊，往上贴也可以，往上面贴也可以。灭国灭国。果然，刚刚那个骆老师呼吁可以撇掉国家这边，没有开玩笑。其实的确啦，国家。我们有时候会希望大政府，有的时候又希望小政府，所以其实是我们自己精神错乱。有时候。所以像我一向采取小政府的立场。是。对，所以其实不是说不要管国家，而是说就是小政府，政府的角色越小越好。是。对，所以我真的不太会去期待说那种政府它整个什么规划好，然后它能够所以老师是古典经济学主义，我是小政府，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小政府加一。小政府加一对。好吗？还有谁？对，来贴一下。还没有，还没有，都贴了吗？都贴了哈。现在我打电脑会自动充。这个我们都可以回家做检。好，那我想现在就是很简单，就是大家写完以后，稍微讲一下你刚刚写了什么，然后你大概放在什么地方，然后讲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好不好？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很简单，写最少的那一个颜色开始。紫色吧。这人口外移一张而已。不是啊，那个是这边的、啊，看，对。哦，对，来紫色的，紫色的，什么是地方文创？这个好不好？这两个是谁？好，那你就先讲。就是关于现在，因为文创产业其实就是这几年来好像越来越多，然后大学的科系就是跟文创相关的，就是其实非常多。但就是文创产业念完之后出来，那究竟什么才是文创产业？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像比如说医护啊，就是这类这么明显的，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工作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可能在找工作的部分，可能对于大学刚毕业的人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这样。然后再来就是青年创业的同质性的部分，就我们现在常看到就是青年返乡创业，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咖啡厅啊，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手做的东西，然后去摆市集。那
这个部分就是对于未来就是真的可以维持它就是生活上的就是比较基本的考量经济的部分嘛，这样。是。那这两个有没有谁有类似的问题？我蛮常帮客人装潢咖啡厅的，这个年轻人很爱开咖啡厅。这个产业是？因为我刚好做装修业的，我刚好做装修业的，真的很多年轻人很爱开咖啡厅，他可能就扑通一声，真的是3年后退薪就收了这样子。3个月吧。没有这几年。独立书店也是吗？独立书店比较少，因为这根本就是个坑，你知道吗？独立书店根本一听就不觉得它会赚钱了。来，因为我昨天跟一个餐饮顾问在讨论，那他在讲说之前卡玛有一阵，卡玛知道吗？卡玛之前曾经有一阵子他大举加盟，开始大举扩充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先劝他的那个客户就先不要做，为什么？因为卡玛那时候加盟策略是他们的加盟金一次400万，是含装潢的设备，但是那400万其实那个机器是用得非常好，但是因为这样大举扩充，如果营运方面，其实咖啡厅开没有错。你也可以开得像星巴克这种咖啡厅，但是那其实跟系统有关。但是那时候卡玛可能系统跟它的雄心可能没有搭上，它赌它会倒，所以后来真的垮了之后，他们开始收2手的器具。所以其实一个产业形成并不是真的单纯就是咖啡或者什么去做，那也有人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机会，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营运方面去看。市场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忘记大厂自我介绍，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我是婉玉，就是目前我们团队是接那个丰原区的区域型社造中心，还有潭子区的部分这样。对，就是其实类型跟玉武那边的社造中心在做的事情有点像，只是我们就是更就比较小的地方性。好，那你要不要就是顺便就接着你刚刚写的部分，我们就。对，原来有这种接龙方法，你以为中介？也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延伸逐渐的右潘，那我在做的是包容性针对经济弱势的为目标对象的包容性商业的设计跟事业化的工作。那包容性。对。那我们现在有两个产线，2个事业体正在进行，一个就是针对原乡地区，针对畜牧业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事业体正在进行。那第一个点就在刚才讲5届部落，那接下来5届哦，对，就在5届哦 ，OK。对，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我们也会跟其他的 NPO 或 NGO 合作，然后针对他们的服务对象来进行设计。那现在目前我在基隆地区。这种海线都2线城市，就是比较都市，就是不山也不海，就是不山也不是市的这种的中间区域来做思考。那当然还是要看那个 NGO 他自己本身服务的对象来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那我们这工作机会有一个重点，就不是只有收入改善，是要考虑到他们未来能办法持续发展，所以这要考虑到他们的家庭还有孩子这一块这样子。那我写的是从过去我写是这个颜色好。我认为问题过去就是我认为政府它最好不要引导产业的方向。我觉得政府它可以去看待，比方说整个产业发展，它可以打下什么样的好的基础跟机制，但是过去不要只是讲产业发展，其实包括1乡1特色，包括1乡1游泳池、1乡1焚化炉，有没有？对，大家应该也都经历过很。对，1乡1殡仪馆这种类型。那不是说政府完全不能引导，因为像新加坡市政府，它在引导这之前，其实它做了很缜密的研究跟规划。但是我们通常在喊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从开发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那是其实不够具有成熟性。那这个就呼应到我写的第2个，就是我们其实缺乏数据或证据的基础，让我们在做很多的问题诊断其实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包括过去我们在 NGO 过去 NGO 服务5年，那我们判断很多的方案送出来，其实就像刚刚陆老师讲，从人口假设人口真的是个问题，可是到后面的解方，其实中间很多的时候是很大的一个断裂。对。所以当我们但是方案又回归到要写得很细，那这个很细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那个逻辑架构到底是怎么样去引导到那个最终的 outcome。所以很多最终我们回来还是交包，还是交在 output 层级。比方说多少人次啊，什么样子。可是永远我们都看不到到底，那我预期
outcome 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更不要讲说我们整体的 goal， 目标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认为是这个部分。所以你的问题是说，整个 data 这些统计数据是指整个市场调查的统计数据，还是国家有一些基础数据？譬如讲说，好，这样假设，因为像我们在讨论创生，或者是我们想要借由产业来解决一些议题，但是重点是为什么产业是解决这些议题的最好手段？是。还是其实产业跟手段，其实产业跟解决的议题是两个分得很开的。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先理清。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地方发展产业，那就要像陆老师讲，就是我们要回归到市场机制。那这方面的资讯其实大家也没有到那么，就像大家有碰到，我到底这边土地的权属状况怎么样啊？好像这个资讯其实不是那么清楚，你要怎么评估？我在这边我可以适合发展观光或其他的。所以包括产业发展也是问题的诊断也是。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我认为在发展地方产业很少，科技我觉得没有被充分或者适当的被考虑进去。也就是很多的时候我有什么锤子，我就一直在找钉子打。但是实际上，如果让我们把问题，像我们在花莲复兴部落，他那边的议题就是人口非常的老化，他整个部落30几个人，他说有5个年轻人，60岁以下叫年轻人。我操！哪一个部落？花莲宿舍的复兴部落。你要不要坐着没关系？我不用指啊。不用。我帮你指，我差点要许丽玲。对。对，那可是像这样的时候，那你看产业很难靠这5个人力去发展起来，所以它有10甲闲置的梯田。结果过去辅导单位切进去，就说那我们来富裕梯田。可是呢，如果只是靠人力去栽种，其实对于这年轻人来讲，其实是不堪负，因为其实年轻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也知道，在部落，年轻人可能要帮忙送餐、帮忙煮饭、帮忙接案、帮忙写计划、帮忙什么的，还要负责种田。所以那这时候，可是像东欧那边已经针对地无3里坪的地势，已经有一些新型的小型农机具，就是不是针对大型。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导入？那还有过去我们在国外可能会去用人力的方式收集健康的数据。那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物联网的设备，为什么不能导入这个去做更有效率的事情？那也帮助这个产业做提升。所以这我讲，就是科技没有被充分跟适当的考虑进去，因为我们通常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去做，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如果那个目标在那里，那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去？可是这个更好的方法我们又不知道在哪里。对。OK， 了解。那当然，这延伸到外，就是我认为5年后地方跟一些现在新的趋势的产业的这种价值的落差会加大。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用比方说很传统的方式来看待产业这件事情，那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在地方发展，包括说我们在经营管理上，其实我认为独立书店也可以变得有系统化，但是只是它每个地方有很多的特色，它不一定每一间的管理都要0到1全部都是要重新建立，它可能0到1已经有很好的基础，那这个东西可能就可以应用系统。对，谢谢。多少 ？RBP 0295的车，白色。0295的车号，没有，那可能是在隔壁。好，这样，谢谢。好，谢谢。可以回馈一下。OK， 那就是你要顺便讲你写的。好。就是其实每一次的讨论，假如有那一些我们觉得做的不足的，或者是我们认为有缺口的，那一些都是创业的机会。没错。所以你在做的事情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说好，比如说原乡部落它有哪一些东西它就有缺口，它不知道那些单亲妈妈能够做什么，政府没办法做什么，那个就是一个创业的机会。那个一般的人不会写计划书跟政府骗钱，那就衍生出一个可以帮你去骗钱的那一个产业。对，就是这样。那骆老师你？我写的是因为我们在讲地方创生嘛，哈，我是。我尽量是离那种，就是那一种大家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一种地方创生，尽量我想要大家有一点点距离。那如果我真的要谈地方创生的话，我就会认为说，怎么让人口结构的这个问题获得解决？那它有2个问题，一个是一个就产出要多嘛，要生的多一点点，不然就是另外别的地方来的要多。再来就是它的分布，我们希望它有达到一个健康的均衡。健康的均衡，其实有些时候我在想，就是说，以台湾的整体地理环境来讲，其实距离没有很远，我们哪有太多的
偏乡，对，其实没有。只有原住民部落。对对对，就是那一些东西，也不一定，对。高山型的。也就变成说，政策的工具真正要帮的是那一些人，其实其他我们都还好嘞，我觉得啊。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大家真的年轻人进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先有工作，但是有工作他要能够留得住，他会结婚会生小孩啊。那后续，但是一般这里面，比如说这一个村就是只有50个人、100人，那他念小学要去哪里念？那他可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念，所以他就不可能留在这里嘛。好，或者说他就必须要住在山下一点点，比如说他住在那个南丰，然后再到清境去上班，类似像这样，就是或者说不要在南丰上班，但是住在埔里，那就在埔里上小学。那所以包含托幼跟那一种就是校外的那种教育，就教育或者是很像说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它就没有菜市场，所以就会有那种开着发财车去那边卖菜的那一种。好那一样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把它设定在5年左右，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谈地方创生这个问题，其实像刚才在那个国发会的那个简报里面，其实真的都没有提到人口在发展的那个问题。比如说，那小朋友，你为什么要留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那我自己，其实我也觉得说，我从以前就在讲做在地青年创新创业，其实我后来也觉得说，好像这个也是一个假议题。因为我自己在想说，我50岁假如我明年就失业的话，我不是也要创业吗？我不是也要找工作？那为什么只讲青年？我觉得好奇怪，所以就变成说，以前以为青年是个弱势，他从学校出来好像他什么都不懂，其实没有其实大家都不懂。比如说你说要创业，说我到哪里找资源？其实那个工具并不是只针对某一群人，真的那么大的差别。所以像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大概5年左右，应该就会碰到像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是我刚刚讲，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创业的机会。OK。对。所以，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在谈托幼这一块的时候，对。就像你讲，就是我为什么要我的小孩子在偏乡就学？那到底是那个制度的问题，还是资源的问题？就没有，就是你只要我们只要有假设我们真的看年轻人就好了。其实它有一种人口的均衡，是像假设我50或55岁之后，我就离开我原本在都市的工作，然后我就岛内移民，我就到这里来，因为我相对的是比较有条件，我相对比较不需要我在这边可能真的去那个香草园那个打个领工1个月1年，那我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小孩都已经长大。但是假如你是真的年轻人，20几岁来，他真的在这边做了3年5年，第一个他能不能结婚？他如果不能结婚，他就离开。好所以地方创生这个问题，其实如果真的我们要看人口结构的那个健康的均衡的问题，一个就是 generation， 就是他的 baby generation 从哪里来，所有跟 baby generation 相关的东西，通通要存在。那再来就是它要有一个健康的均衡，这健康的均衡是跟这个城市都市相关的。这个均衡到底在哪里？哪里叫均衡？是不是真的埔里是3万人、5万人、10万人这样子叫健康呢？还是说还要再更多一点，还是更少一点？对，不是用那个量来决定。对但是它相对会碰到的，很快碰到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另外第二个是我讲的是说，刚才没有讲，我想象中的5年跟10年之后的东西，我觉得会跟现在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策如果没有把那些科技或者是像 AI 这种，或者是像刚刚讲说有一些物联网，它可以帮你解决某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那一些相对应的没有放在这一个政策的考量范围里面。政策考量范围里面，它可能只会写一个，就是说技术的导入还是什么，但是它没有真的很去仔细的说好。比如说以托幼是绝对要有人，但是你说念小学需不需要有小学？可能就不需要小学，因为我们现在有线上课程，有自学方案。我也许在这个村里面，我们5家人，我们就有1个人负责带小孩，然后平常他就是上网学习，每个月我们到山下的学校去做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可以解决。但是托幼没办法解决，托幼就变成说可能也要再靠另外一个方式。那 AI 也是一样，就是说人少，但是有哪一些工作其实是不再需要人去做的。那一个想象要先进来，那个想象进来之后，我们所给予的配套措施才会对，就是那个资源的配置才会对。那如果是跟其他，我会觉得说其他的人，
大家很在意的，其实我们不要把它跟地方创生扯在一起，行不行？因为我会觉得地方创生这个字就跟以前的那个社区营造，就好像每件事都变成社区营造，每件事情都变成 USR， 每件事情都变贴标签那种感觉。对，感觉好奇怪啊。比如说你就是创业的问题，那不是我们就来谈创业就好了啊？你到底是比如说你刚刚讲说念文创，那到底什么东西是文创？我文创到底可以靠文创吃什么饭？这跟地方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关系。对。先讲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意的时候去雾台乡的大武部落，那他的那个部落是要先上到1200，然后急速下来600多。对，那因为他们人口大概170几户，2个村加起来，然后但是现在只剩100多人。那所以这个暑假，部落有几个中年的壮年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就想说，我们想要让孩子能够回乡来念书，可是因为地方缺乏产业，只是也缺乏，甚至缺乏土地跟因为之前8风灾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会有留在部落，所以他们是用自己的资源、用自己的房舍去拉了12个孩子回乡过暑假。然后那天我们找他谈的时候，他是说他很希望接续我们能够继续帮这地方创造产业跟工作机会。让妈妈能够真的留下来工作的时候，那孩子也才留下来。可是那议题就他们还没有先想要像老师想要跨度那么大，就说一个区域，他们只想到这些孩子是他们文化的根。然后对孩子，其实很多部落年轻人，他因为失根的关系，他对自我认同或对自我自信，他其实缺乏。那我认为，如果原住民可能是台湾的一个特色，或者是一个基础，我是认为这个或许是我们应该可以重视的。那但是这个回过头来，可能就是产业反而是原因造成流失。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说把地方创生的那个资源跟聚焦点，真的放在那个非常边缘，就是非常在整个分布里面，我们有过得非常好跟过得非常不好的，我觉得应该放那边，因为你放到中间这一块的时候，这一块其实不需要地方创生的这一个招牌来解决我们所。当然我们都还是碰到问题，比如说你自己想创新创业，你自己想做文创或者是什么。这一件事情，或者说缺工，或者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太那么需要一定要跟这一个招牌挂在一起。那我们如果太过看这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每一个不同行业的人都要进来分一杯羹，你那一个资源其实就没有办法用在对的地方。我主要的立场是在这样，当然这个是我也不会期待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立场，但是我会想要去阐述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比较有好处？因为其实政府只要做小小事情就好，那其他那些大的大家为了求生存，大家自力更生嘛。对。其实我也常常觉得就是政府他真的只要把他的横向联系，他的 database 做好，然后做一些单一窗口，多做一点单一窗口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民间就可以发挥他自己的一些。所以现在已经有一种行业是，比如说露营，对不对？有帮忙露营的团队，你知道吗？就是有专门在，就很像说现在学校在办活动，我们会找那一种公关或者是什么来，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办记者会有帮忙办记者会，弄这些视觉啊什么全部都有，对不对？现在学校办活动也是啊，都委托外面的那一种团队，比如办运动会啊。什么那个也都是为什么？因为老师不是专家嘛，你让老师去办运动会，那不是，然后老师也没那个意愿，对不对？那你就让饼多啊，因为我就办过了啦。他说一笔钱，你帐篷帮我弄好，吃的什么都你想好就好。是好啊，这个商业机会到底有多大？那我不谈那个，因为我要谈的是说，像小学这个东西，像现在不是大家都有那种就是要废弃的小学或者是什么？对。那大家都还要再去顾说啊，这剩下10个学生，剩下20个学生，那这个学校怎么办？那我们都会，比如说我们会寒暑假会带小朋友去国外，什么去交换，去看哪里？那岛内的交换啊，岛内的不要说移民啊，岛内的交换、城乡的交换，比如说这个台中市的惠文国小来到埔里跟大城国小，埔里也没有很偏僻啦，但是。至少对于那种都市的小孩，他已经是一个，已经有一个，对，没有，那大城可以去别的地方了，不到10个人。那但是你要做这一件交换的时候，就要有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商机。是啊，对，其实好像有看过。对。好，那有没有人同样有关心到教育问题，或还有刚刚有涉及到2个，一个是科技，一个是 AI 的，但是放的位置好像不一样。那有没有这2个同样也是这方面的
有关心到这个部分。因为在科技部那边，他们其实跟各位谈的科技跟人力这一块，他们的想象不是在处理这个东西，是在处理 AI 能不能AI 会不会造成取代人力这件事情。那这个部分也牵涉到有关于那个人力，这里面有人提到人力这一块。人力人才有没有谁要先？人才外流要不要谁先讲？是谁提的？人才外流。我是人才外流。是，那要不要先讲一下？我的身份比较特别，因为我还是学生。哦 ，OK。对。哪里的学生？台中公关科技大学。哦，你知道我们通常对学生就开始捡到，他是自己的那个学生。赶快捡到宝这样子。就会觉得说，现在就是我问过很多同学，或者是毕业的学长姐，然后我就说，你们毕业想要做什么事情还是什么？但大多数的学长姐都跟我讲说，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说大学这4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觉得有点浪费时间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说，现在我们许多的人才都外流，可能被新加坡或者是中国大陆就是拉走这样子，就想问一下。哦。对，就是我今天也是来这边学习，然后看各位的意见是什么。OK。对。各位人才。你也是一样的人才。对。来，我跟你，其实以我角度，因为我现在刚好就是中年，今天讲说是大叔，32算大叔，那我是大叔一点的。就我跟你听。其实我不觉得人才外流会是我觉得人才外流是个现象。所以我们要再去判断到底它造成了什么样的议题，因为人才外流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满足他的需求，但是它对我们未来发展重要，如果很重要，那我们就应该去找到去发展可以让它回来的需求，而不是它变成问题，它可能只是个现象而已。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层次稍微再往小一点的层次，就是地方的外流，地方人才外流，是不一定是谈到整个国家人才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层次放在地方的话，那各位，你一直想要培养人才，我觉得我应该去国中去跟他绑小孩，然后跟他绑约到大学。我现在讲，我先确认啊，是因为今天我们到底是人才外还是人力外？因为如果今天在提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年轻人拉回农村，其实是要用他的体力，没有用到他的脑力。对。那甚至很多的农业或什么其他的发展，其实脑力的比例应该是会越来越高，因为产业的价值是要被提升。坦白讲是这样。应该是技术啊，就是技术一直拉不上来。对，但是我要拉技术，可是拉不。没有错，可是你看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每次要拉技术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第一个，我坦白讲，就是我其实接触地方超市没有问题，但是我接触有理念的小农很久，他们通常都是用理念来看待他们，对，但是他们的技术并不是用产销来看这件事，也不是用产业来看他们在做的，他们是用自己想做什么事情来。所以我们在阿里山，我们譬如说用整个生产排程下来是换算制成效率最高的，可他们不一定会做，因为他们说我又不喜欢吃，我就说你又不用吃，你懂我意思？所以我的意思说，这只是回应，就是说就是到底我们今天拉年轻人回来到底是要干嘛？那如果人才回来，像我现在反而希望是更多科技的人才，像我最近在找物联网的，在找其他人跟我一起到偏乡地区去判断，到底我们哪一些的建制可以一起针对地方环境来改善。但是这时候人类学很重要，因为他要帮我们，因为很多时候地方已经忽略他的一个文化脉络背景的论述，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技术，对我来说都是技术。那我觉得人才是应该用更宏观的角度来一起帮助我。可是这些人为什么愿意跟我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勾勒一个更大的画面，而不是只有25000，你愿不愿意回来？25000没有人要回来，对。但是如果你给他更大的画面，你可能15000他就回来。就像多少钱了？就像创业者，今天没给你钱，你是不是也蹲了很久？是啊。对啊。如果年轻人要度假打工的话，他就去别的地方啊。他一年。我的意思是说，对，就是说，假如他单纯就是说要用什么方式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就是 working holiday 当然还是可以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说，但是你要发展的对，那不是你要的，对，你要的技术是哪一种技术？
是种植生产的技术，是农业的技术，还是管理的技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所不同。所以你可以找大叔，说明他们的技术会比较好。对。不一定要找他们就去做司机了，司机月收5万到10万。不是啊，找那种有理念、不缺钱的大叔。我想要回应一下他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他说他的同学都不知道那个4年在干嘛那个，然后我就想要讲一下说，就是我觉得那个人才跟产业其实有一点很难以连结，因为你看像社区营造在台湾已经这么多年，可是也没有相对应的科系。当然你也可以说社区营造不是一个专业，它是一个工作方法或者是态度。可是确实，我们每次在找新人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就是真的很困难。因为譬如说有些人他会自以为他有兴趣，可是其实他的兴趣只是想要去体验，他不是真的想把它当成一个工作。那当他成为一个工作的时候，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是你不一定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个教育。我不确定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我总觉得他出来的人都变得就是很奇怪，就是大概一般在我们这种小团体，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薪资跟就是那个生活的水平很难以平衡，因为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小的团队，就像很多人讲的，就是我觉得很难留下来，是因为我们这个产业。根本没办法让大家觉得有希望，就是很多你去一个大企业好，然后大企业可能会有一个很正常的升迁管道，在大学教书，你看你社会位置很好，大家看到你哇大学教授，赶快立正站好，然后会有尊重。可是你如果说啊我在地方当一个那个什么帮助社区的人，大家都说啊这是有机咯，那爱经济垂的正常的慷慨，某安呢就是浪费人生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你看不到未来，你自己都会彷徨。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就是当同学都在考高补考的时候，你在做一个很累，然后薪水又没有很高的工作，然后在同学可能重考了5、6次之后，再怎么笨终于考上了。好，那可是你花了5、6年，到底累积了什么？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你非常难。就像你说你很难找到，我觉得一定很难啊。如果你跟我说去那里那么辛苦，每天晒得跟鬼一样，然后就是又娶不到老婆。我们在台中市有那个返乡的青农，跟我们认识一个花莲的社区，他们同时都跟我讲一件事，他们其实找不到年轻人回去，或是他们回去最大的焦虑都是不会有人要嫁给他们。对，他说你女孩子听到说你在务农，每天晒得这么黑，然后就是假日我要就是去逛街，然后要去看电影，或是我想要有一个好一点的文化的生活的品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根本没有女孩子会愿意嫁给他们，然后他们也不想要去娶那个外籍新娘，那到底要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成为阻碍，就是年轻人就是回乡，就是愿意去付出一个很大的瓶颈这样。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在我自己工作上看到的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那个产业这件事情，譬如说我们要做文创产业，刚好就是很不巧，我跟婉玉一样，我后来研究所是念了文创产业，然后大家都一直在喊说要文创这件事，然后你看我们搞到现在，电影也只能靠导演就是四处借钱，然后就是那个牺牲自己的老婆小孩的福利，然后去得奖，然后得奖回来之后，好不容易得奖了，然后还要看运气好不好，有没有票房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这种产业，然后又说要什么动漫或者是什么的产业，但是那个产业到底在哪里？就是也没有看到大间的，就是然后永远都是好，你看靠一个人，然后在家里抱到眼睛快瞎了，然后不容易得奖，然后可那个东西根本没办法跟国际水准，就你没办法比啊。那这东西到底是这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果都说我们跟政府的补助没有关系，或政府的政策没有关系，我觉得也不切实际啊。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来这里讨论。那如果国家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愿景，
然后我完全同意老师讲的，就是不要什么都做，什么都做，最后就是什么都没做，你就是又把钱全部都分完。如果我们今天说好，那就是要投注在偏乡，那就好好投注在偏乡。那你如果好好要让青年，当然我不觉得说一定是要这样。那我的意思是说，他需要有一个比较愿景。譬如说早期再怎么样，社区营造虽然到最后包山包海，可是它最开始是真的是有一个清楚的理念在那里。那地方创生，我们到底就是因为你用了这么多国家纳税人的钱，你怎么可能可以不去想清楚，然后你就把钱花光了？那也是我们的钱在座各位大家都有贡献，那我觉得这也不合理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企业投资的平台，我觉得它的资讯好像至少我自己觉得没有很畅通。就是说，假设我们希望有天使基金或者是什么的话，那它到底那个管道是在哪里？这样子，我的讲到。那我想刚刚都有提到青年创业嘛，刚刚虽然骆老师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青年返乡，也可以老人返乡。其实我们对我们在台东有看过同样的案例，就是其实年轻人、公费生、年轻医生到了台东，其实他技术是没办法跟进的，因为他在台东你要去参加什么医学院是不可能的，反而是那些都市的一些老医生，50岁了，好就已经赚了一大堆钱了，他反而想要去，那为什么这些不回去那个地方？那你只要偏乡提供更好的资源，不用做太多。这些老医生的福利，你只要给他一个地方住，他们就一堆人就非要回去。所以其实我觉得人才外流是我们应该是谈不是外流的问题，是怎么流动的问题啦。对，好，那我想年轻人比较重要了啊。我们刚刚也多少听了，你要不要讲一讲？你谁比较年轻？赶快举手，谁比较年轻？好来，你讲，你介绍一下你是。我目前也是大学生，那我现在也才大1升大2。哦，真年轻啊！然后，玉如赶快名单记起来，小拉。到底都在学什么？我是建筑系的学生。对，那赶快，这个是都规，这是做社规师的。现在学生不玩。不是社规师那个。其实我们这个系蛮社团基本很少。没有，就是我在讲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其实我就是这次趁着暑假，然后到他们这个海口腔，就是台中。他是专场换宿。对对。OK。专场换宿的一个月的时间。是学习。对，然后我觉得我是写那一张教育，就是那个绿色的。然后教育 OK。我觉得我目前在我现在的这个年纪的教育阶层里面，对于地方创生还有地方产业，我们能够得到的知识很少，甚至说去做社造这方面的东西，学长姐他们或者是我这边的朋友，你们暑假要做什么？我们可能去哪个社区做哪些事情？是哦，那就很棒很酷。只是有些人只是听一听，然后去体验，就像刚做体验而已，就是不会想说就是深入去做，因为他们觉得，就有家人说你做这个要干嘛？你做这个以后你有钱赚吗？对，就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观念跟教育，如果说不从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去影响的话，其实之后做这些事情的年轻人也不会增加，就是一样是像现在这样的环境去继续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到底要教育父母还是教育父母？我觉得我通常会对不同的人就会讲不同的话，就是说，假如是对学生讲的话，我就会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资讯那么发达，你爱学什么，你想学什么，你就应该要去问，要去找。那边有3本地方创生。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学生不再像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要找任何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我们要到图书馆翻那个书卡检索，然后才跑到3楼，还要去查在哪一个柜的哪个地方。那现在那么发达，不要再期待学校要给你什么东西，而是你自己要去搜寻检索，找出那样的东西，这第一个。
但是我是对不同人讲不同的话。如果今天是大学校长，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行这样子，你的课程活动机制，你必须设计让学生能够来参与地方创生，要干嘛干嘛。但是我对学生就会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好像学校要设计好给你自己现在的弹性很大，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其实刚开始不用那么严肃，我还是觉得说大家好急哦，觉得说你就是。当然，18到22岁是一个囡仔登大人的过程。那你要从一个依附在家庭、没有自主决策这种空间的人，变成是一个你要自己去决定你人生要走哪一条路。这是一段学习跟转变 transition phase。但是不用太急，说我现在就知道我将来10年、20年要做什么，不需要啊。但是你就去做，做了之后就会有感觉。不管你现在只是随便去鬼混、去玩、去干嘛。反正就去，然后你久了之后，假如你是一个会反省、会检讨的人，就自己就会知道说，啊，我今天只是来这边1个礼拜，然后混一混就回去，好像也没学到什么。那你要多接触看看人家是不是都这样的。那为什么人家不是？人家就觉得有学到很多东西，他就慢慢的去琢磨出他将来要干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靠个人。所以即便是去玩、去参观、去干嘛也都没关系，去实习。去扫地、去端茶都没关系，你第一份工作有做跟没做就是有差别，就是从0到60分的差别，所以这个就是去做。我如果对学生我会讲这样子的话，但是如果对其他单位机构的人，我们要给他不同的东西，就课程活动设计要到位啊。老师自己都没找过工作，你说高中怎么选大学啊？高中老师就没有在产业待过，你要问他说要选什么系，那本来就问错人啊。那这件事情怎么解决？那当然也不能跟学生讲说啊，你要自己去试、自己去找，那也不对嘛。但是问题是说，回过头来，学生有自己学生其实自己就可以做的事情。啊，你就会看到有不同的人，有的人就真的发展的比较好，因为他就比较自主学习；有的人就是要等别人喂东西给你，好，所以会自主学习，会找东西，就很像说你现在去哪里去 PTT 还是去 D 卡发文，人家就说你上面都你没有先爬文，你就随便来丢一个问题，基本功没做，就跟我们做学术研究说你没有做 literature review， 就以为说啊我这个研究问题好有趣哦，这个人家可能都已经做过，或者说你想要做这个东西，你看到别人，你以为人家都做过了，但是你如果去看过别人说啊原来他是做这个啊，其实这一块没做到，所以回过头来就是 literature review， 就是你去爬文，你去找东西，你自己去。自主的去把那些东西，然后回过头来再来问别人，而不是只是期待别人要给你什么东西。对，这个答案也可以给你。对，但是我不是说责任都在学生、年轻人身上，不是那个意思。对，如果对不同的人，就我会给不同的话。可以进入。他是老师，现在是老师，化身成老师。那你呢？你也学生吗？我不是啊。哦。我已经出社会了。我叫季博健啊，这个是社规师的啦。社规师。你在农会工作？对，我在农会工作啊。像我写的是这个农业缺工跟粮食生管如何行销啦，因为我本身做农会嘛，像我们这个月就是在收稻谷，那稻谷农会收的都是公粮。但是其实我看我们那些收到的啊，就是那些开货车跟代耕业者，其实大部分都是几个人，就是我们无机的农业机就全部都自己人在做，所以我加班加12小时、40小时，我在那边等公粮进来，那些车在我们稻谷仓库到，都是这些人，然后他们都，但是我像现在地方其实谷仓也都不大，所以都爆仓嘛，所以像那段时间，像南部的西姆也都是爆仓啊。像台中地区就是后里啊、大安那些全部都嘛爆仓啊，其实都是修维护啊、夯维护啊。可是农机的设备其实也都不更新啊，因为像农会，他没有钱买设备嘛，农会现在也不靠农业赚钱啊。像借贷啊，不是农会借贷已经慢慢要。农会的借贷就是信用部门嘛，搞房地产那些的啊，像全台最有钱就板桥农会嘛，台中就大理农会啊。都排前5名的啊，他们都是做房地产啊。像我们邻近的，我们无锡邻近的沙鹿农会，它旁边盖停车场，它旁边是光田医院啊，它那个停车场现在1个月租100万啊，对啊，它靠这个赚就好啦。所以它供销部门是靠租金收入啊，它不是靠卖农产品啊。像我自己在无锡农会，我自己农产品
就是我们也要挂业绩啊，一年要卖10几万啊，还像他都有在试我的产品，像我就拿米乖乖拿，你带来，你可以没带来，没有，我今天临时被海口腔找来，哎。每天都抱乖乖来办公室，吃完了没？我只是顺便我去文创园区卖那些公务员，好卖，顺便去助力中心卖给你这样。啊，但是就是像现在台中市，就是市政府在推什么大粮仓计划，它要种杂粮、种黄豆，所以我们现在就种黄豆跟黑豆。啊，像我们前几年就出什么，就是黄豆你原料卖难卖嘛。因为国外的进口就是黄豆都是低价便宜收购，那你干嘛买国内的黄豆？一斤要90元。对啊，非机改啊，但是国外也开始做非机改啦，因为你国内讲说机改不好嘛，所以你国外进口全部都做非机改啊。像我自己亲叔叔就是在做豆腐店啊，他的豆子也是国外进口啦，一整袋也没多少啊，可是买我们农会的1斤要90块。有比较好吃吗？好好发言呢。突然哑口无言的意思。好好发言。对。不是原料的一部分。对啊，像我们就做加工嘛，我们就做冰淇淋啊这样子啊，冰淇淋他也吃过，反正他只要来无锡，我什么都发，什么都送，反正叫他买不可能，我拿来请人家吃嘛，对啊，在我做社规这一块的时候，地方社造，就是像现在因为农会嘛，总干事都需要烤鸡，有的没的，所以我们今年研发黑豆面膜啊，也是跟他们宏观合作。就是那叫什么？跟学校产学合作这样子，对，那也算育成的一块。就是没有了，没有，那就请学校去合作技术研发嘛，因为他们宏观就是科技大学，他们也会做一些食品的加工啊，对啊，所以像这些台中市说要做大粮仓，反正就是种杂粮嘛，因为收公粮，像无锡的米，红桃追味就是那个环境差，米不会好吃的啦，所以那些公粮收一收，你卖阿兵哥现在就没有阿兵哥啦，所以像我们本来做海巡的公餐副食收掉了啊，所以我莫名其妙变成货车司机啊。可是我学资讯的啊，所以我要修电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工作这么多，所以我又带供销部，所以我要负责行销。你们部门还有其他人吗？有啊，早上我接到我们主任的赖讯息说，我们这个无锡豆豆冰要做去比台中市10大伴手礼，我想说在那比眼呀。我刚好借题发挥，回去把这一段剪。整段都不是讲，整段都不能播。柯文哲，你有死啊！我帮你打排赛课，没有问题。对啊，所以说像这样子一些产业要怎么去行销，这个也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像其实我做地方社造嘛，像我们现在做社区营造啊。我也是3年前加入的，现在做区府啦，跟这里，这样我们做社造的时候，其实我跟地方这样子做，我们也都尽量去找学校啊、中小学啊，然后我们都想说社造嘛，我们就说我们在教育传承啊，这样子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写计划去骗补助，就有啦，干嘛自己去算呢？对不对？所以台湾谈农业经济、技术经济，可是你如果你应该去加那个农业设施协会，像青农协会，我们农会也有青农联谊啊。可是没有，我现在不是需要新的技术，我需要的是技术人才。没有，它也有机械化，它可以让你改进你的生产流程。就那边是很多可以讨论的，你来这边可能都听不懂。像桃园，他上次也有办那些啊，可是南投好像没有。他也有去参观啊。就是南投有吗？就是一些像青年农民就要去参观啊，那些农机具，其实我看他拍照回来，我那时候跟他说我在挑黄豆，我人工挑黄豆啊，我连黄豆我都要自己亲自挑。其实是有黄豆机没错。对啊，但是我们黄豆机它只会筛选说大小颗啊，它颜色怪的、要发霉、要烂的，它挑不出来啊。所以我要做这个冰淇淋，我这边眼睛在那边紧，在那边挑黄豆，挑完以后我下午要开货车，你现在哪里就可以拿钱，1为32就可以拿钱，就是说
因为一定有，比如说你去找弘光那个什么营养系的老师，还是找那个比如说逢甲资工系的老师，他就去帮你做那个影像识别，然后他又拿教育部的钱来补助你开发。当然这个 totally wrong 了，就是说为什么教育部的计划经费，然后去帮你做这个东西，但是你说产学合作，对，那一段我不管，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要拿资源的话，你就去找学校。我跟你讲，学校高兴的要死，因为他现在就缺业绩，你就跟他讲说，我现在要有那个影像识别，你能不能做？他一定马上可以做。然后学生呢，他的专题作业，他只要做1个学期，他就是这个，你就放着让他做，然后还可以就是有成品出来。像我做社区营造，还那个社区大局就找我合作啊，他叫我办劳动，然后他社大挂协办，然后他出人，我出计划，我成果报告给他一份，他社大也核销。其实回过头来，我就是说，我觉得不要去看政府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开始有了计划之后，一定就有人是做真的，有人是做假的，到最后一定是劣币驱逐良币，然后到最后大家又回过头来，其实又不去认真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与其去，因为大家真的很缺的时候，会希望说，透过计划来那个，但是问题是说，一旦这个东西下来之后，到最后就是变成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所以最好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说，不要去期待那一件事情，完全自己做其实最好。要不要那个这样？我叫家军。因为你好像推跟很多人。也不是啊，就是他是带着团队一起来。所以这边都他推的。没有，我要回去。真的。对啊。要不要？你是新加入？没关系，不用。我是新加入。带啊，我先。对。你把他2个人，让他们有事情。那个大家不好意思，因为我晚上还有在台中的事，对，所以我必须要先离开，不好意思，对，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对，谢谢。我想说，没关系，谢谢。老师是你的水壶吗？对，我的水壶，谢谢。我叫家军，基本上呢就是因缘际会，然后参与了社区发展工作，大概9年了。然后大概在第5年多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有青年？所以我的角度是由下往上看的那个角度。然后就是因为觉得太少青年了，所以我才想说，那应该要多带青年。可是让青年参与之后，我又发现就是更多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读的是会计。就是管理学院的，所以我看的是组织还有 leadership 这个东西。那我自己想要回应上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那个教育啊，我自己现在就是像我们家小孩啊，跟我现在在社区还有带着青年们做，就是每年的寒暑假就会有一个小朋友的 camp。那个小朋友的 camp 其实是混龄的，就是国小的中高年级，然后到国高中都有。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想说那个国高中的呢，他们在3、5年之后呢，未来就是青年，他们现在是青少年。然后这些那个国小中高年级的人，他们必须对于就是地方文化的认识还要再更多，而且实际的想象跟参与还要再更多。所以这是我们办那个儿童营的原因。那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从我们家小孩身上看到的，因为我发现自己带孩子，然后他们学校上课之后，我发现教育上就是本质上是有一些状况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太过于要符合这个社会的需求，所以忘记那个教育的本质。然后我自己的感想是，我觉得家长应该是要回复到，就是说让孩子的天赋自由。家长的功能是要去，不是当书童或是伴读，而是要去发现孩子的天赋是什么。一旦找到他的天赋之后，他如果可以去学习或是主动，绝对就不会有那种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一定在上面会有很多热情，而且他不觉得辛苦。然后，所以我都跟我们家小孩讲，我们家小孩在社区里面他其实会导览，然后我都跟他说，社区就是一个大的教室，因为有太多知识你学不完了，你在里面可以就是学习到很多的面向，跟包括你自己的人格的发展那样子。包括你的应变能力啊，你的人际互动啊，你如果连导览人家来你都没有办法讲清楚，以后你出社会怎么办法介绍 promote 自己，或是提一个 proposal 什么都没有办法。
所以要这样做小孩子的原因，我觉得是缩短了他的社会性的学习。也就是说，他可能会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或者是以后在面对社会的时候，不会到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就是大学之后我也去面试过那个社工啊，我为了社工要面试社工系的学生，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应征，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为什么要来应征？对啊，我就说，社工里面，你就是你喜欢就是青少年儿童，还是说老人、新住民，还是说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然后他问到最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社工系，反正就是会有很多状况，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社会性学习很久，那这个状况也会发现在就是青年或是出社会的人的身上，因为会发现就是他从事了他读了自己不喜欢或是没有热情的那个科系之后，他以后会换工作，或者找了工作之后还会再换工作，一直换到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喜欢的位置。也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我旁边也有这种青年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自己就是现在在青年的部分呢，除了带他们就是参与就是社区的公共议题之外，然后还有教育的议题。那在产业的部分呢，我自己想象的是，我觉得过去呀，一直到现在都是就是太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太两极化了，所以太两极化的结果就是会失衡，然后就会产生就是市场失灵的状况，所以才会衍生到后来很多的那个包括社会企业，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公司的 CSR， 那 CSR 像当然台湾没有国外那么好，可是它会逐步去规范，也就是说他希望你上这公司，他可能分程度，然后去开放就是某几个行业，你以后就是在做年度的财务报告的时候，你要讲说你为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责任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如果假设说，以后全部上市商会全部都要讲 CSR 的东西，所以它会逐步的去规范，那就会变成就是刚刚提到那两极化是不是有一个垃圾的味，就是它其实有一个中间的选择，它不一定是要不就资本，要不就共产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在非营利组织部分呢，可能慢慢的它就要求你就是变成社会企业，你的财务才能自主，就不用去仰赖那个补助，然后在盈利的部分就会变成CSR这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要有产业，然后还是要具有市场的竞争力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所以你觉得 CSR 2年能达成吗？也不是2年啊，应该是说现在其实也是啊，我其实那个都是贴在现在贴不下去，贴到外面去。都是现在的。对，那里都是现在啊，对。然后刚刚那个咖啡那个啊，我觉得咖啡其实同质性高啊，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市场机制，也就是说它其实原本就是进入门槛低，同质性高是因为差异性不大，所以会生存下来的咖啡一定是它差异性大，或者是你具有某些议题，可能是比如像小农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世界公平贸易啊，或者是你的咖啡具有某种独特性的品牌啊，或者是你有可能就是它可能有某一些差异性，所以它才有办法生存。那这是一个市场的需求，因为喝咖啡人多啊，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咖啡店。对，就像为什么那个台湾技术学前面会有很多卤味摊一样，就是它就是一个效应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油链这个资本市场崩溃了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微型组织这样。对，这是我的想法。OK。其实从教育到最后 CSR， 对啊，其实我现在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你们在院里？没有，我们在台，他们在无期。啊，无期。还好。那个什么，仙海峰吗？哦，在隔壁了。那就算了，跟他来那个。啊，那个，不好意思。出来太久了。我觉得刚才那个老师讲的，其实就是还蛮有道理。就是说，假设我们看到偏向就是有这些匮乏、就是不够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它真的都是一个创业的机会。对，因为譬如说，其实我原本就是非常觉得帮社区写计划书拿钱这件事情，就是很不应该。就是假设啦，这个社区，当然我现在还是没有非常认同。我意思是说，
假设这个社区真的就是什么都到了，只差这一本计划书，那如果有年轻人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失业，然后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写了这本计划书之后收了一点钱，然后他可以成为他留在这个就是农村或者留在地方的一种可能。那他不要说好，我就是只写，然后也不来参与这样的话，我觉得或许我们也可以更宽容的去看待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像虽然我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从看什么角度讲，我其实也同意刚才老师讲说台湾没有所谓那么偏乡或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譬如说台中的山城或者是他们无期，我觉得他如果这样不叫偏乡，那到底是？台湾就没有偏乡了吧？我们有偏乡啊。市长忘记我们这边有做。对啊，我觉得是啊，因为它真的就是还是有城乡落差。我的意思是说，所谓的偏乡这件事情，在人口数目上面真的叫偏乡，就是说这个地方人口少，就叫做偏乡。不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我觉得。所以用人口结构来决定区位这件事情，是不是刚刚我跟骆老师的意思？如果不是的话，到底为什么地价？在西屯区是这样，然后在无期是这样。对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用不同的尺度去看偏乡，就会有不同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如果我们用地价来说，对啊，反而偏乡是最适宜人住的物价、地价。那没人要去啊。对，但是没人要去。没人要住啊。但是没人要去。就像是我现在我们10月，我跟我老婆就要搬到湖口啊，就是因为地租的关系啊，房租不断的涨到最后，我不想要再跟他们转，不是租不起，而是不爽租，那你就离开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地租这件事情的涨跌，它对于谁是偏乡这件事情的定义跟人口的定义，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用人口定义去决定区位的话，是不是有问题？是在这个层次上。那我们所谓有没有偏乡呢？包含交通距离啊。对啊。交通距离这件事情。还有生活机能啊，教育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台东最近的城市是哪一个？离台东市最近的城市是哪一个？屏东。不是。台北市。因为台北市坐飞机过去1个小时，台东市到任何一个大的城市都要1个小时以上。所以，如果你要谈那种大型的交通区位这件事情，也不是用这种人口，你可以理解吗？那都不一样，那个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地方创生它的论述，就像刚刚骆老师讲，它其实中间是有很大段是缺的，非常大段是缺的。那但是那你们就那个，如果说从亲子的从那个教育来讲，你们那个支持一下那个欧巴桑。那个亲子共学团，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个欧巴桑联盟。欧巴桑联盟，他们跳出来竞选。粉丝页上面。他们跳出来选这次的议员选举。台中，可是57好像没有。啊，没有。他们候选人好像没有。啊，没有推哈，没有推。我们现在，我每次看到人就觉得，赶快来支持欧巴桑联盟。虽然我不搞政治，没有，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值得支持。对，请大家要。所以我遇到状况，我就会稍微讲好来。嗨，你没讲。大家好，我叫做胡耀成，然后我大学是读电机，在东华大学，在花莲。他在花莲。对。可是我后来工作不是做电机啊，这样子，是做其他的。因为我刚刚是要讲产业嘛，我听到。那个这边2个先生是对农业比较有经验我想问说，如果在30年后，如果会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或是因为战争还是什么关系，然后人家进出口农业没办法给你的时候，台湾有办法是自己有办法提供粮食给自己吗？所以啊，人变那么少，其实应该是人变少就有办法。你看，吃得饱 OK， 吃得饱 OK， 吃得好是另外一回事。粮食真的不是问题。对啊，因为像现在粮食。可是有时候在更老的时候呢，就是说老化的人口更多的时候。但是你现在是机器代耕。对啊。像我们那些稻米，我看到就全部代耕业者在做农民
说他农民，他也只是去吃顺餐。你讲的是粮食自给率的问题，因为台湾的粮食自给率确实很低它会卡在一个你种得出来，可是你卖不出去，因为你需要冷链、物流、机械那些东西会先卡死，然后才会有那些问题。可是我说，如果是一瞬间，比如说货币崩盘那种崩盘，那一瞬间是转换不过来，自给率不会转换。暂时。只要中共没打过来，暂时就不会了。没，其实他如果是讲台湾的粮食自给率的话，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哦。对，如果以粮食自给率来讲，不到20几而已，20多而已。可是你要说不够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另一回事，因为你用热量去计算的话，这是另外。所以我说吃不会饿倒是真的。饿不死，可是你会东西会开始一直缺。你就没有那么多肉可以吃。因为现在像我们的公粮，就是放在仓库里面放3年，拿去做饲料，也没有给人吃啊。整个谷上全部都叫公粮啊，都农粮署的啊，没有用啊。他出口不出去嘛？没有，他不让你卖啊，他要你3年后又打成饲料啊，缴税打成饲料，所以收掉发酵没有差。不能出口那个。对啊，你的公粮是国家的啊，你偷卖，你的管理员就倒霉了。应该说他没有办法卖，对啊，因为他跟其他国家要保持这种贸易他就被逼着一定要去买他们那些农粮品。你那什么越南米啊、泰国米，那是逼着买的。我们台湾就一直在自己有产的，他一直买，你不觉得匪夷所思吗？交换啊。他就对啊，是利益交换啊，是跟他说我给你买啊，当做好朋友啊。那小兰。我是小兰，然后我在台中是做我们是辅导地方文化馆的团队，所以我这边提的问题会比较偏向跟政府政策比较有关的。你是什么颜色？现在有点黄色。就第一个是因为台中其实有一个计划叫做摘星青年计划，然后它有驻点在我们的摘星山庄里面。但就是它有一个问题是，它是不是政府就是给青年钱嘛，然后让他来创业，1年。我上周跟谁聊过天？摘星青年嘛。摘星山庄啊。摘星山庄没有啊。青年跟摘星山庄不一样。不一样，它是不同的。不知道跟谁在聊这件事。摘星山庄是文资处的馆舍，它跟摘星青年不一样。那摘星青年，我们是觉得它真的很快不到。因为这为什么大家呼起来？这么加是在摘星馆里面那些。对，就是摘星青年，它就是第1年的时候，它确实就是他们要了跟摘星山庄签了2个护笼，就2个护笼里面就是都是摘星青年，可是他们就是摘星山庄给我们就是在那边营运的馆舍的人是跟我们讲说，就是其实这些青年他很少看到有人进去，就是每天不会进去那个地方去工作或什么的，他们的产能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原本没有正常开关，没有正常开关，所以跟政府的我不晓得跟政府的预期是有什么差，但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到底政府在扶植这些青年创业的意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提到是就是台湾。我们其实常常提到说，就是会有那个产业，就是它的那个价格，它的那个合理性跟它能不能符合消费者的心理。我觉得台湾来讲，就会牵扯到我后面都在写的那个文化消费人口的部分，就是台湾在这个部分它的接受程度，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定，跟去做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有很大的疑问。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也有去那个审计新村啊，或者说现在台中的创意市集其实很多，台中的市集非常非常的蓬勃发展，但是它里面的替代率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高。所以我觉得说它的那个，我们虽然说很鼓励这些青年出来创业啊，或者像你们都很有小农市集嘛。可是你知道他卖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东西吗？对，就是。那不能怪我。对啊，然后还有就是
小农市集出来，他卖的那些都是有机的农产品。但这些农产品是不是我们台湾人可以去接受？像婆婆妈妈会觉得那个我去菜奇亚贝比较便宜啊，但有机市场、有机市集它东西就是比较贵。可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些有机是有观念的跟正确的那个，我们会知道说这个是好的，对我们身体是好，我们就会去购买。就不会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吸引这些就是普罗在去菜市场需要买菜。文创产业里面都没有在卖那些东西。没有嘛，就是我说的是整个那个价格合理性，不管是文创市集或者是小农市集都是。它那个价格如何被台湾人可以去接受，就那个可能还是会跟那个观念会比较有关。我想稍微跟你聊一下。其实啊，台湾人有一点很麻烦的，就是从老板到员工到家庭主妇到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被一个东西害死了，就是 CP 值。刚不知道谁在跟我聊，全部都 IKEA 的，以 CP 值上悬啊。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大家嘛想讲，那 CP 值无悬啊。哎呀，就是台湾被 CP 值这东西害死了。我大概提一下我的，因为刚好跟你的可以稍微回答一点点。我叫玉文啊，我叫左玉文，玉文。我是做室内装修业的，所以我曾经接触很多的餐厅啊、百货公司啊的装修，一般住家这样子。我遇到的感觉，各产业，因为我朋友都是各产业的第2代、第3代啊，我感觉上现在台湾的每一个产业，几乎，除非是新兴产业，像一些科技产业，我相信他们一定做很好。所有的传统产业，所有的一切的像农业，我觉得也都不好做。为什么？就是被高 CP 值跟政府政策所牵制住。对，大家都被高 CP 值的。我装修了很多的餐厅，那倒了很多餐厅。对，我这阵子跟一个新的客户在聊，他们现在的想法都是，如果你们有到公益路上去看的话，公益路倒了非常多餐厅。对，也换了蛮多家，也换了很多家，所以你蛮赚大钱。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其实我们全部的人倒了都是独立套的，感觉那我跟你们说，时机越差，大环境越差，装潢业越好，真的，一定会有这一种，像我这个年纪，我70年次。一定我这个年纪存了一辈子钱，就是说我的妈呀，不要再领那个3万多4万多了，我存到200了，老子跟你说哈了，拼一次看看，就是一大堆这种拼一次看看，然后拼没过的，然后他又倒掉，然后另外一个拼一次看看的又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娃娃机这么多，一直有想拼一次看看的，然后他的门槛太低了，只是遇到我的客人，他就是门槛比较高，他拼的金额比较大，对。很多都拼没过，刚讲的咖啡厅啊什么的没有错，很多是什么差异，我写了很多什么差异性啊、创新啊、竞争力啊、价格啊、人力、附加价值。其实我写这东西就是现在我看到的台湾的各企业遇到的问题都一样。基本上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呢，造成很多资金都在某些企业家手上，少数人手上，对。我讲一个大概简单的例子，像当初我们那边有个高美湿地，那边整排都是摊贩，都是当地人可能自己虽然是违法的，弄了个小摊放在那，就是他们自己在卖东西什么的。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它违法，但是我认为 maybe 政府可以用公权力辅导他们，或是盖一个可能比较完整的有规划式的来招商让他们进来。结果最后呢，被财团拿走了。现在是财团进驻，财团盖了一个很厉害的mall这样子，一个对，然后变成当地人旁边吧，就是你们什么都没有。那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造成的。对我觉得你把资金集中在这些人手上，那一定有很多东西是不会平衡的。对，那。大环境这么糟糕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人就想说出来拼看看。有一句话，我当初去那个青创贷款的时候，那个讲师一直换了好多个讲师，他们从头到尾只跟我讲一件事，就是你会倒。有，我有去听过。他基本上就是跟你说你会倒。那个他
舍，他说你们这些在座的各位，我跟你讲，2年后剩下来不会超过1成。哎呀，我们可能不同老师教的哈，我听到的是2年后剩下的不到2成。一样，没有好很多啊，没有，2成是2年后，对，但是很大部分会在1年内倒掉，对， 1年内它有一个 range， 撑到2年不到2成，再过2年是原本是2成的2成，基本上5年后当初倒的差不多，剩1%的人留下来而已，就是你就100个1个吧。他说台湾每年有5000家公司成立，可是每年倒的速度跟它差不多。所以大家做什么？所以他暴力。我们也不好做啦，因为现在大家要求是高 CP 值啊，除非他是认同你们家是要有设计感的，不然很多是比价的，我们也是不好做啊，老实讲。对。也是比来比去的。杯子全部都IKEA的。那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是。如果说台湾现在的各产业的竞争力被大陆、被其他国家可能越南啊什么，像政府现在要台湾人什么西进是不是很难？新南向政策，对，他新南向政策，他要我们去那边投资，那基本上也是创造那的就业人口，我们的就业人口还是我们的这么多人呢是不知道干嘛，所以。再加上我们又高 CP 值，我这老板我就不要请你这3万多4万多的什么，我就请一个你22K 要不要？别看来，就是变成，老板也要高 CP 值。那我去求职就会就是说，我家把我教育到现在花了500万，读到大学就会超500万，对，就我去22K， 我可能存个20年还存不到500万。那就变成大家就盯在那，所以变成很多产业缺人，很多找不到工作，因为薪资低嘛。那衍生的问题就是人力外流嘛，人才外流嘛。同学靠我讲，我今麦伫大陆咧做，公司开8万，你要来不？台币8万，你要不要来？好，我过去好了。他拿高薪资吸引你嘛？台湾老板不愿意花这个钱，那边要嘛，就刚刚讲的市场需求啊，对吧？那就像你刚刚那个市场需求嘛，你不愿意花这个钱，或你想花多少钱，他要不要你这个钱，这是市场自己去平衡的嘛。那变成台湾的市场大家都不看好，对，那不好意思，我也不太看好。我自己认为产业是需要转型的。那就我之前一直在讲的，我们的制造业会输人家的技术越来越高超。我之前有参加农业设施协会，我什么都参加，基本上国外有很多的技术非常的好，那政府有想办法想把它引进来，那他会辅导你们去贷款买这些新设备，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对，就是都是傻子。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去跟那部分的专家，或者是那部分的从业者去聊，可能会比较有办法。那剩下的。你会想在这边，我认为应该是我想的，就刚刚那一个老师讲的，基本上呢，我们画一个饼，这个饼呢充满了梦想，把年轻人叫进来，你做这个，你有一个梦可以做。现在年轻人不敢做梦，你让他做一个梦，他才肯领22K 来这边跟你说做得很有兴趣，做得很有活力，加班你不会惊，不然基本上就是大家是一直觉得没有办法，除非你饼画得够漂亮、够美丽。让他可以做梦，对，不然没有办法。那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让产业就是就像我现在我一直想做的，我6年前就一直想做的就是地方如何让它好玩，因为我一直觉得观光能做，台湾只剩观光，因为呢，在其他国家的眼中，台湾非常安全，为什么他会中选说什么全世界最适合旅游的国家？这全世界都认为台湾很安全，你来这边别惊，东西不贵，因为 CP 值高嘛，物件拢俗啊，唔知食的死人，唔知很俗的就有影，就是便宜嘛，所以他们觉得说来这边又安全，东西又便宜，吃又便宜，他们是愿意来的。可是来之后发现不好玩，很多陆客来台湾之后回去说你们台湾不好玩，我们的风景比你们厉害一大堆，你们大陆这么大一个，我们这么小一个，风景怎么样赢得了你们？
他们愿意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课本上面有看到日月潭，就是他们从小就读到台湾有日月潭啊，有阿里山啊什么，他们来看看他们课本讲的是什么东西而已。对，那我认为，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社区可以做这些服务性质的工作，让人家愿意留在当地玩，他来体验你的风俗民情啊，你的文化、你的建筑这些，你让他觉得来你们这边，互动是好的，人是友善的，是有故事性的，是好玩的，他愿意来的，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地方创新这件事。我认为就是如何把你们凸显出来，但是当然必须通盘的考量是你的交通设施要方便啊，你的服务人员要多啊，你的周边什么真的是要足够的，所以我才会跑去院里开那个露营区。对，我当初没在57弄。因为我认为它距离交流道很近，它距离3义木雕街又近，那院里市区又很热闹。我觉得只要这些人群愿意来这儿的话，我一定能让他玩得很开心，我一定能让他就是愿意再回来。就是我现在一直想要做的事，对，就是我认为地方创新能做的事。对，我反而不是说，各产业我觉得我没那么厉害。很多产业慢慢变成观光工厂啊，他们变成弄个观光工厂去领补助，对但是有一些观光工厂的确办得还不错。你去那边玩，你可以什么 DIY 什么的，你真的是的确觉得那是好玩的。但是更多观光工厂是不好玩的，你全不知道要干嘛。挂个观光工厂，你家备了照啊，就是你不会再来了，网购就买得到啦，我不需要特地来买啊。他们那个游览车的停车位比一个人停车位还多。是啊，就是跟游览业者就是讲好的。对，去南部就去他那个品花，去什么？找那种重客，团客。对啊。那我认为今天愿意来这儿的人 ，maybe 都有想法。对，现在教育出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没有想法，从小开始就是填鸭式，你就读这个，又学才艺，他没有跟人的互动，小朋友在玩 iPad， 在玩手游。大学生现在不玩社团这件事，我超纳闷的。朋友跟我讲的，他大学生现在不玩社团的，都在玩手游。因为我们以前太无聊了，没手游，唐盛弄在神社团。玩社团你会跟人交际，你会培养你的个人人格，你会处理一些朋友之间的事情。现在你只剩手游而已。他们认识新朋友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我听到是这样子。现在年轻人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新朋友的，他不会讲话。像刚刚家军讲的，很多年轻人出社会不会自我介绍，他不知道怎么样写一份很漂亮的 proposal， 就是解释你的想法，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脑袋的东西放到别人脑袋里面去，这件事太难了。我觉得是教育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我讲一下教育，不是教育，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是读那个清水国小，反正在我们海线那边算是很大的学校，学校师生加起来大概有将近2000人。那算大，然后对，但是我们家小孩在那个学校是有问题的，他们是问题学生，为什么？因为他们功课都最后1名，然后会怎样？老师都跟我讲说，你们家小孩都没写作业，然后因为大学校的老师管理是你不在60分跟90分中间，你就是不在这个 range 之内，你就是坏小孩。他们就是便于管理，因为他们学生太多了他可能有35个，一般就30几个学生这样子，所以你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就是觉得你这个就是有问题，然后院长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就有问题这样子啊，就是我就这样跟老师讲，就是我从来不对，我从来不管他功课的，然后我们家小孩如果譬如说睡觉啊，然后睡过头不去睡觉，我就让他睡到中午然后睡了3天之后，老师每天都会传赖啊，所以小总没老都在睡觉，什么时候来我睡饱就去这样子，然后他可能睡到某一天之后，他自己就醒了，然后就说，妈，我今天那个6点半，我7点然后就要去学校了，因为他会面对那个同侪或者老师自己就是那个环境的压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也曾经因为学校跟我说家小孩有问题，所以我去看了其他的小校，就是在清水还有那种就是一班只有8个人一届就只有1班这样那种小校，他反而教育的 CP 值很高，因为老师只顾8个学生，然后对每个学生的那个人格特质都非常的清楚，然后他就是，对他所有的才艺都不用钱，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么大的学校，然后每个小孩子分到的那个面积跟享受的那个教育设施，然后还有他分到老师的爱心跟学校的教育资源，其实在清水国小来讲，悬殊差很多。我都想把我们家小孩转到那个偏乡的小校去，然后结果后来我妈就跟我说，你考虑清楚，你这样再去50分钟，再回来50分钟，一天就要花快要2个小时在带小孩子上课，后来我就没有让他去那个学校，只是。我就开始想说，还是我要帮他们申请就是在家自学，因为老师就一直跟我说有问题啊。然后，可是我在看，我觉得也还好，他们只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啊。因为我没有觉得就是他应该去学校就是要读什么国语、英文、数学，然后又要一直去学那个。他如果想学，他自己就会学的。然后他不想学，你一直去强迫他学没有用。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教育的状况。的确有一些不同的教育体系，的确在。刚刚玉文讲那个大学这一块，真的没有，的确出来。赶快道歉就好了。我是有教，我有教啊。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底还是爸爸妈妈的。我想要讲一下那个 USR 计划，就是我真的觉得造成社区很大的困扰。是啊，的确啊。真的。你们没有感受到吗？所以我们有学生家。不是，就是学生。大学过来，大学的社会责任。可是我觉得那个 USR 没有不好，但是它那个配套措施没有出来。就是我是觉得至少，我们先不要讲说他去社区到底能不能帮社区，就是做出什么东西。但是光是礼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造成很大的困扰。比如说他去社区，然后就跟社区说，哎，那你那个你们以前申请的计划书跟成果报告都来1份，社区欠你的哦。然后要不然就是，哎，那我要来访谈一下，大家没事都等你访谈，就是这种，我觉得那个真的要教好再出来耶。就是。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因为我是刚刚说的是电子系嘛，那我们学校刚好在这学期期末用推动那个解决 USR 的计划方式，然后去我们学校附近的，在嘉义大林，那是南华大学，然后是嘉义大林的一个市集，就是我们去那边。我们建筑系要去那边跟他的当地那个摊贩沟通，然后改造市集。对，但是学校给我们的方式是要我们学生自己去跟摊贩沟通，谈得好，再继续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USR 其实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像刚刚老师讲的，很可怕。对，很可怕。就是其实还是我觉得蛮2极化的。对。你们没问题啊，你跟陈慧敏老师那边没问题。就是我意思是说，到底有没有什么产值，这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我觉得那是基本跟别人互动的一种礼貌，因为没有什么是应该或者是义务应该要提供你，因为社区成为一个田野的场地，哎，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社区都是友善的，其实你去，他最后一定都还是会愿意。可是我只是觉得应该要有礼貌一点。我必须要讲，台湾是目前所有做田野或做人类学最好的地方。你只要是到了社区，你只要是脸长得像年轻人，我跟你讲，你就可以当师奶杀手、施工杀手。他们只要是那种年轻人，他们阿公阿嬷对年轻人真的就超好，好有耐性哦。我明明在旁边都已经看到要吐血，想要打人了。他们还是说不要紧啦，是互相宠坏的下场。我们常常也要教育你，有时候你也要教育社区。我是这么讲，就是说学校当然要教育学生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社，像我接下来我那个什么16号要去做国美馆我也会跟社区讲，有时候不要对这些外面的人那么客气。该教就教，没礼貌就没礼貌，啰嗦什么？像那种没礼貌的状况，我就会讲，不喜欢那种。我觉得啊，就是我在带青年参与社区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海线的社区就是太少青年，然后我之前也有在育成中间协助过，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是，就是育成他就是在办活动，他当然会就是协助很多就是社区做。他们要业绩啊。就但是他不到最下面，他不到最基层，但是社区。很大的问题就是像刚刚就是玉老师说的，就是没有那个可以做行政的，或者是他没有一个创意的思考这样子，所以我就试着把就是旁边找来的青年就是放到
期或海线的社区长，那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有大概1/3那个比例的青年，就是像刚刚老师说的，他可能不耐烦，他会受挫力比较高，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社会，然后就打退堂鼓。他有跟我讲说我不要做，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每个人的那种人格特质，或是人际互动，那个 social skill 的问题。然后那个 social skill 就是他，譬如说他可能去协助这个社区，然后我认为的是，我觉得在社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的经验跟我的想法是，我觉得你要在社区独当一面，可以整合资源或是运用任何资源的话，你一定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包括你的应变，然后包括你的资源整合，然后包括你的要执行计划，或者是跟其他人沟通能力等等这样子。可是我想说这样应该对那个青年好，可是他不到1个月就直接在一次的志工会议上面，然后直接当场跟李校长说，我明天不会再来了，就直接这样讲，然后也没有跟我讲，然后我就私底下跟我讲，然后我就很 surprise 这样子，就是我在想说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后来我就开始跟那个青年沟通，我就跟他说是什么状况，什么问题。不知道，总会是很烦。那公文一直跟我说，这要往这边一格，这怎么他就是指挥，因为老人不会打电脑，他就指挥这样，就这要这样。可是他的那个是长辈的思考，他觉得这样就好，为什么一定要那样？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说，有些时候沟通是这样，就是今天其实不是你在社区，出社会也是一样，你不可能遇到那个人都是符合你自己想要，他不是你未来的老公，他也不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你必须要让自己有办法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然后果不其然，就是我就跟他说，他现在你就先休息这样子啦，然后社区暂时先不要做那，那你就好好的去工作啦，就去工作。工作之后，我当然也很支持他，我就开始就是一样，就是你要想看看你人生最喜欢是什么啊？然后我喜欢室内设计，好，那就学了第2个高中室内设计这样，然后就学室内设计之后，去了一个公司上班之后，3个月有一天就打电话来给我，然后就一直哭。然后如果被排挤，就是他被同事排挤，然后全部人都笑他什么什么。那我当然心里面想说，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问题一样，就是一直重复在一直发生，只是场域不同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跟他说，其实人际关系这样还蛮重要，有些时候是讲话或者是言行举止，这种东西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会遇到的。就是这种事情叫大学老师教，大学老师举止也没有太好。对啊，大学老师其实有一些都是就是他们是专注研究嘛，走久了他们其实讲话也是怪怪的。所以在大学老师社群底下里面，有时候你跟他们很难沟通。怎么有这么多不能播的啊？用剪的啦，用剪的。好，我想你要不要最后一点时间，你要不要讲一下？那有点情绪发言。我知道你很干，但是你要再讲一下。好，我讲一下，我觉得我比较清楚这样子说之后要做什么，就是虽然大家没有提出问题，就是提出解答，可是就是第一个就是能不要写计划，我就还是不会写计划。对，就是反正能靠自己来就来。然后人力资源的部分，我觉得其实现在差的不是机器设备或者是那个，而是说要把人力升级了，你才可以再把设备升级。人力操作啊。对，就是欧巴桑，你没有办法再教他超出生活技能以外的事情。他生活技能很好，应对很好，然后就是搞小团体很厉害。可是你没有办法超出他的生活领域以外的，就是你教他用手机拍照这件事情很累。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要叫货一定要拍照，你没有看到现货，客人不敢买，可能你叫他做这件事太累。对，所以我应该会倾向会从比较像他刚刚讲，就是可能去找有天赋的小孩，然后去跟他们谈就是实习计划吧。就是我只要去找，不是就是不好找，可是我觉得这比你求大学生或者是求什么会来得快得多啊，对啊，不然我觉得就是你让另一个小孩来这边受伤，这样也是对不起他吧。这是我其他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计划还是要写，只是你可能要有一个设计。你要找友善的计划，例如这个。劳动部啊，它听起来就是劳动部的那个。我觉得计划要写，可是可能必须要有一个，比如说可能3年或是5年，就短中长期的规划，是比例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前3年的时候，你可以计划的补助款比例比较高，可是你可能自己设定到几年之后可能一半，或者几年之后计划全美，全部都是你的财务。其实应该比较妙的就是，
没有缺太多的钱，可是很缺人。可是那个钱可以请人啊，因为太专业的东西真的是妈妈没办法做，那是我的想法。所以你认为是拿那个比较专业的钱去请人，然后那个人在里面就是一个新的。有一种补助就是只有补助人力的钱，他没有补助你计划的劳动部。对。像你会找农会？农会他说他也要我介绍，农会要我介绍可以做的人给他。我说你应该介绍给我。因为像我们农会就找青农嘛，现在也找他，叫他当青农。青农没有要。他根本就没有青农啊，我说他都找伪青农啊。伪青农。哎呀，做一个青农联谊啊，真的青农的只有几个啊。那几个青农，他原本就是家里是从事农业嘛，所以他是农家二代啊，他只是比较年轻，所以他会比较有想法，那么喝牛奶的番茄挖狗手的，然后说他听音乐的，所以卖的比较贵啊。如果你把它分得细一点，譬如说需要拍照跟就是你那应该算是要经营的管理的人嘛，那你不能把它分细一点嘛，就是说这一个工作就请这一个专业的。他就只要来经营拍照跟经营管理就好。我就觉得很尴尬，就是我帮他上，他们就是算只要这个价格，可是我觉得不应该用这个价格请他。然后相对的，我又希望是更专业的人来进来之后，因为你专业的人可以比较两个，怎么算？那欧巴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浇水、出货跟种植。那这个跟经营管理本来就不会是同一种人啊。需要的是经营管理的人，他也要了解，就是他想要。那他知道跟实际可以去做这些事，譬如说，假设你说只要拍照跟经营管理。先等一下，那个，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吃饭。哦。对。那个钟哲，我们等下在哪吃饭？我们叫凤城蔬食，在蓝城，可是要开车过去。蓝城哪里？不会太远。不会太远，你知道路吗？我知道路。等一下。凤城在哪？凤城蔬食在哪 ？Google 可以看得到。蔬是。他在田野当中。蔬是什么？他好像有病。蔬菜不，但是他是吃不着的。蔬菜的蔬，凤城的凤，凤凰的凤，城堡的城。大家找一下凤凰的凤，城堡的城。凤城蔬食，蔬菜的蔬。你后面没有那两个字搞850公里，打蓝城跟凤城这样两个字应该就行。好，蓝城凤城。好，那我想不管那个玉茹，等下留下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再聊一些这个问题啦。那个香草大叔有最难的难题，对，不是，他先把最大的难题都带来，人生的难题。所以我会领到多少钱？都带来了是吧？应该也是其他。好，那个好，我们这第二阶段的我们必须要结束哈。那晚上是一个自由参加可以聊天的场。那我们有简单的报告吗？不用了，就结束了。对，因为差不多了。好，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聊一聊就好。吃饭的时候聊一聊。对，好不好？可以聊，可以。你要怎么聊？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不完的这样子。是哦，那是不是要帮你开第二场，明天再讲？不会好的，晚上聊一聊就好了啦。因为反正这些东西我们有录，我们会做成逐字稿，然后该删掉的大家自己删这样子，好不好？超厉害的，你真完全不能讲。我这边聊了蛮有趣的。好，再一次感谢各位那个下午的参与哈。我们是讲政策，这是台中市政府的政策。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对。那我们吃个饭哈。那个有谁那个还有朋友在埔里的可以call来，我们好像人蛮现实嘛。对，好像订了蛮多的。没有。好，谢谢。你不留下来吃饭吗？不留下来吃饭。我就先回台北，我要回去比较晚一点。哦 ，OK， 好，谢谢。我现在问第一个问题哦，有没有交通就是没有车，没有交通工具的？谁没有交通工具的需要载的举手。对，晚餐。对。你要直接离开。好。那我们要去。那等一下，有人不吃晚餐哦，举手一下。真的不吃。怎么那么多？不吃。好，我们今天晚上吃到。没有，吃完就直接回去。对。买书就现在买。对，吃完不回来。所以玉红你不吃饭嘛？是。但是你会帮我带
生去坐车，他要回去给谁开路？到客运站。你们同一台车吗？可是我没有帽子啊，你买个帽子。不用了，试一下，试一下，吃完再回去啊。哎，那个酥食真的好吃，真的好吃。酥食。没有，他是吃荤，他是吃荤。我知道，可是那个他的鸡肉很好吃，鸡样的鸡不错。真的好吃哦，而且你吃，我们邻居还没写的哦，该写的东西没写的。约着去找他。好，那个我们6点半在那个餐厅见喽。好，大家找得到路哈。蓝城、凤城就找到了。蓝城、凤城酥食吧，不是凤城酥食，它叫凤城酥食，对，凤城酥食。蓝城的凤城酥食，对，这里而已嘛。打凤就出现。对，他说什么850公尺？850公尺。好。还是开车用走的要15分钟。你呢？一起吃嘛，对不对？好。这样你会再回来吗？没有，我们就。可是晚餐不是还有花？晚上还有。晚上都自由参加。那自由参加是在这儿吗？对。晚上好像吗？没有。你说到那边再跳，晚上不用，全部收了。晚上都不用。开车来。